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一期的 Gender Study Seminar。我们有什么更新呢？我们最近的 Community，我们还有 YouTube，YouTube 最近刚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脱口秀演出方面的一些剪辑，之后也会陆续的有大家的演出上传。最近刚办完 LA 的一场这个女权脱口秀的活动。然后 Discord 和 email 和 website 这些都一直都在，所以大家也可以欢迎来关注我们，然后加各种我们的微信社群。现在社群已经差不多有3、4千人了，在非常快速的发展。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多去和这个社群 engage 一下，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让大家建立连接，这样可以更好的就是促进 networking 和 community building 的这个进程。然后再给大家打一个黄淑珍教授的广告，因为黄淑珍教授现在也是我们的荣誉 advisor board 之一。然后黄淑珍教授在和他的 partner 一起在做一个关于 Chinese queer women 的研究，所以鼓励大家去参与。张嘉佳那个乱叫，你们都去参与一下。然后下一期就是我们隆重的一期，这一期真的会很上头，就是我们的 Tani Barlow 教授，也是就是女权的鼻祖吧，就是中国很多这种知名大佬的导师，就很厉害，研究也非常厉害，基本上就是读完就非常 mind blowing。第2个学期的时候，在第3节课读过 Tani Barlow 教授的2本书，欢迎大家来给身边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这一期的这个讲座的海报和内容，然后鼓励大家来参与，因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老教授已经70、80岁了，还愿意来带着大家一起上课。然后教授今年刚好 on break，然后所以比较闲，然后平时可能就很难抓到。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然后还有下周有2个活动，一个是拉拉写作工作坊，然后这次应该是描述一个奇幻冒险的经历，大家都会来这个里面做一些 creative writing，然后代课的也是之前的 PhD candidate 之一，这个青豆老师写作也是挺厉害的。然后还有我们的 United Proud Talk，简称 Up Talk，是一个关于沙龙的，就是沙龙形式的活动吧。就是这个是没有 reading 的，大家不用去读这些 reading material，直接来参与就行了。然后应该是比较 well managed 一点的讨论形式，会给每个人留出这种自我介绍，然后自我分享的这个空间。所以跟这个 seminar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 seminar 是有阅读材料的，然后我们主要的也讨论的是阅读材料的内容。好的，然后还有 Medical Forum，这个是由纽约 Dentistry School 的秋秋子在 lead 一个 initiative，让这个 healthcare workers 和这个 industry 里边的酷儿女性有一些建立 network 的机会。这既然已经是我们这第4期的第2、3节课了，我们就再次简单的过一遍我们的 Safe Brave Space Agreement。首先希望大家能够互相 assume positive intent，然后 confidentiality 就是希望在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比较 personal 的内容都可以不要外传，保证一定的私密性。然后因为这里是一个 safe and exclusive forum for sexual minority women，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尊重以及appreciate diversity，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 practice self care and trigger warning。如果有任何感到不适的时候，可以欢迎随时 take a break。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在这个空间里 sharing, learning and growing。也欢迎大家随时chime in，举手发言，使用 Zoom 的这个 raise hand 功能，然后 start conversation by your name pronouns。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课程上学习到不少有用的知识。然后现在还是照例让 Tori 老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 Tori，然后我现在在温哥华，我在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读社会学的博士，现在是 PhD candidate。然后我的研究兴趣包括性别，然后还有 LGBTQ 的一些问题，还有 migration，还有 social theory。比如说我现在的 dissertation 就是关于 skilled Chinese LGBTQ 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 的研究。
然后关于我的教育背景，我本科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然后我读的是历史，然后后来 MA 的时候去了芝加哥读了社会学，然后之后就一直读社会学的博士。这是关于我。这位 Professor Susan Burdo 也是非常有名的关于研究性别啊，还有身体等等的一个专家了，然后写过非常多的作品，然后这本书我们今天读的是他这个书的其中一个 chapter， 这个书里面还有其他关于身体和性别的讨论。然后他的研究领域感觉也是了很多说哲学，还有 humanities 还有一些社会学等等的一个比较 interdisciplinary 的 perspective。然后大家如果对这次 reading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里我们把他的作品都列出来了，然后可以去读他其他的作品。然后因为这一章节里Tori 老师选这章的原因好像也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些福柯的视角，然后所以这里 Tori 要来进行一些我们第一学期的 recap 吗？好的，对，我觉得对我们第一学期，我记得第一期，然后第5节的 seminar 也是专门有讲福柯的专题，但是当时讲的可能是稍微 abstract 一点，更偏理论性的。然后，但是福柯他很多视角都，比如说对于 power、对于 body 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很多概念，所以这里希望可以 recap 一下。而且我觉得在很多社群的讨论里面，其实就是关于福柯的一些一些理论，感觉还是没有特别的被理解，所以这里也希望可以能够通过身体的角度，然后重新审视一下，比如说福柯对于 power 的讨论。所以呢，关于 power 的话，福柯一个比较理论就是说，它 power 权力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 group 一个 social group，然后它有这个权利，然后它把这个权利施加在另外一个 social group 上，相当于有点像一个从上到下 top down 的这种 structure。不是这样子的。虽然这样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那政府，尤其是 authoritarian 比较集权的政府，那它对于人民的一些权利的实施，那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来说更加 top down 一点的。但是呢 ，power 远远不仅仅只有这一种形式。所以呢，当我们思考权利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 network of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at sustain positions of dominance and subordination。就是说呢，这个 power 它不仅仅是从上到下这样单一的这个方向的一个 flow，而是说它更像是一个权力网的存在。然后在这个网的之中呢，它在网的每一个部分，它都是存在权力的。然后权力它可以是你身边的人、同级的人，也可以是你下面的人。所谓 hierarchically， 然后也可以是你这个 hierarchically 比较从上到下的等等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多的方向的一个 flow。然后呢，同时也有很多 institutions 社会上的各种权力机构，还有 technologies of power 这种来去保证 power 它的运行，所以它没有我们平常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呢，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待会儿也会不断的回到这个观点，关于我们每次会讨论说怎么样去反抗权力，想到这个 resistance 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 power 是怎么 operate 的，我们才可以去思考去怎么样去反抗权力。以及就是某种反抗的方式，它是不是有效的，或者它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反抗，还是说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只是 simply reinforce 这个 power structure 了。对。然后呢，另外一个第二点关于 power 的福柯强调的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说 power 它不仅仅是 repressive 的，它更多的是 constitutive 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想到权利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权利就是一个人不让我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政府不让我去追求某些方面的自由，然后他不让我干某些事情，这种比较 prohibition，所谓
这样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但是呢，福柯说的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不让你做什么，而是说它是怎么去constitute 整个人的这个 desire，去 constitute 你整个人的 dream and body。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比较 related 的概念，就是 docile body，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整个的 subjectivity、embodiment 等等等等，都是在权力关系之下产生的。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想变瘦，或者假如说我们想变胖，或者假如说我们想把身体塑造成某一个样子，或者说甚至说把我们的思想塑造成某一个样子。现在有很多这种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下呢，有很多这种 self help 的书籍，还有这种 discourse 都在强调说我们要这种 self empowerment， 我们要就是所谓的自强自立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呢，这个也都是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它绝对不仅仅是关于这个 help yourself 的问题。然后对这个我们之后可能也会 return to 这个 point。然后呢，关于这个也是为什么从福柯讨论到了身体，以及这个文章的比较重点的一个讨论，就是关于身体的一些symptoms， 比如说 hysteria、agoraphobia， 还有anorexia 等等等等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讨论 body 呢？因为他说这个 objective accounts of power relations fail us for whatever the objective social conditions that create a pathology, the symptoms themselves must still be produced, however unconsciously or inadvertently by the subject。就是说，我们只是讨论 power 的话，然后只是比如说停留在 theory 的层面，然后说 power 怎么样的 operate 呀，或者是 power 有怎么样的 flow 啊，等等等等，这些呢，并不能就是跟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联系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 power 是这样运行的，但是并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我自己有这样的生命体验，有这样的身体的一些症状。然后，所以当我们讨论到比如说 pathology 的时候，那我们首先在这个建立 pathology 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要有人先要体验到就是 experience 这些 symptoms。然后这个在我们第3篇也会更多的提到说，比如说这个 PMS 的这个 symptom 到底是怎么在医学界还有大众的视野中被建立起来的。但是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它必须要在我们的身体中有这样的一个体现，然后我们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继续讨论 power， 然后看这个和 power 有什么样的联系。雨欣，我想举一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福柯，然后大家也可以 throw in 更多的例子来 engage 大家一下。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像那种 campaign 就会说我们女性要提升自己，大家就一起去做脸，或者一起去瘦身，或者一起去干了一些就是那种对，就是所谓的提升，它就是等于就是福柯把这个 power 是怎么运作的。福柯说 power 怎么运作，不是说国家逼你，就是你是一个女的，所以你要去整容，或者要去就是保持一个身材，而他就把它 frame 成了一个提升自己，然后追求一种先进性这样一种想法，对，然后就起到了这个 network of practices。然后它就是，而且它是不同的权力机构的里边还涉及了，比如说 technology 的运作，然后就各种不同的利益链条都导致了女性提升自己的这个话语，就 instead of 比如说变得更有知识，比如说变得更有社会的 power， 他们就把自己追求美或者瘦或者一些，然后就社会就把这些 value 加到这个女性的 system， 让大家追求这些，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例子举得特别棒，因为就比如说你想到去做脸，或者我不知道去美容什么的，经常是比如说你可以拉姐妹一起去美容，然后比如说你长时间不去了，那你的姐妹可能会问你你最近怎么没有去美容啊，或者什么跟你说我最近怎么样，我去了这个，我去了那个。然后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power relation， 它不仅仅是比如说政府让你必须逼着你去美容，让女性必须变得好看，而是说就是比如说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你的这个整个关系网的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在这个 power 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自己想要变瘦或者是怎么样，就这个算是 power 还是算是自己的欲望？因为它也算是自己的欲望，但是它也算是价值体系里面加在你身上的一个 I don't know like 怎么样去分析这种自己想要做某事的这个行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感觉并且会在现在关于我们对 body 的讨论中。那我觉得，比如说通过这个视角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思考，就是说，那真的就是，比如说真的有，就是没有在 independent of power relation 的欲望嘛？就是我们的欲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刚生下来就想变瘦，就想有这样的欲望呢？它一般来说不是的，它一般是就是这个 desire 是逐渐形成的，被很多社会的关系，被很多power relation，被社会的很多价值观去 shape 的。所以说，对这个 power 到底是怎么 shape 了我们的 desire 和 dream， 这一点也是就是关于 power 是为什么说 power 是 constitutive 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这 power 就是可以来去取决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有些 options 对于我们更 attractive？versus 其他的 option 没有那么 attractive。比如说，那为什么假如很多人想变得更瘦，而不是变得更胖？等等等，它都是有一些肯定这个背后有很多这个 power relation 的体现，以及这个价值观 discourse，还有你平常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等等，它是被这些东西 shape 的。是的，感觉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说 deny 说你真的有这种欲望，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欲望，然后也很少有人就是没有欲望的。但是呢，就是说很多欲望它确实是 social 的，它确实是被 power relationship 的，很难说有就是如果我们单纯把欲望 desire 这个词拎出来讲的话，它是比较难以单独存在的，不管是在社会学里面也好，还是在就是比如说心理分析学里面也好，都是强调说就是说 desire 这个东西它是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并且它跟你的整个 psychic structure 还有外部的一些 structure 有什么样的联系？Tori 老师把这一篇放在第一个来讲，也是因为它可以承上启下，开启我们对接下来2篇特定话题的讨论。那么这一章节有什么样的 take away 呢？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它当然这章里面有很多内容，比如说他举了这3个例子关于那个什么 agoraphobia，然后厌食症然后还有这个 hysteria 等等，都是比较 gendered 的，所以就至少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比较经常在女性身上发现一些症状，然后他来分析这些症状背后它到底有怎么样的resistance 和 power 等等的体现，还有它怎么体现 femininity 和对于父权的反抗等等。所以说呢，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就不细讲了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自己再看一下。我们也会 return to 这个。然后呢，这个 take away 呢，就是它在这个比较 conclusion 的地方是介绍了一个这种所谓的 the intelligible body versus the functional body。比如说 intelligible body，那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社会的这些价值观还有一些主流的审美等等等等，都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 body 是比较，比如说美的，什么样的 body 是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 body，男性应该有什么样的 body，等等等等，它都是一种这种 intelligible body，就是被公众认可，被认为是一个好的 body 的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是 different from functional body。functional body， 那比如说我现在生了很严重的病，那我躺在床上什么也干不了，那我的 body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很 functional 的 body， 或者是说我特别去追求说疯狂减肥，然后减到说我在受不了了，然后那这个时候那我可能我的 body 就不是一个很 functional 的 body。
所以呢，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它有的时候是 aligned 的，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他们之间是互相存在很多冲突的。比如说，如果一味的去追求很多就是公众认为的美，比如说 femininity，如果一味的去追求非常非常的瘦是一个完美的体型，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自己可能过于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可能就比如说会生病啊，或者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的状况，那可能它就不是一个 functional body。所以这两个概念是有一个 distinction 的。然后呢，这个作者就说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的 body？就是说 ，I view our bodies as a site of struggle where we must work to keep our daily practices in service of resistance to gender domination, not in the service of docility or normalization。就是说，它 body 它始终是一个 site of struggle，它没有一个说具体的要求或者具体的 conclusion， 说你这样做你就是对的，或者那样做就是错的，等等等等，而是说它始终是一个存在一个 tension， 一种 struggle。然后呢，我们对于 body 的态度呢，更多的就是去思考到底这样，比如说对于 body 的一些要求，对于 body 的 practice， 它是在去真正的一个对于性别的 domination 的一种反抗。而不是说比如说去迎合所谓的一些性别权利之下带来的 normalization 对于的一种规训。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些所谓比较 resistance 的手段，反而可能在某些其他的程度上，它更多的是强化了这种性别的规训。这个待会儿我们在第二篇和第三篇里面的文章中，尤其是第二篇里面关于对 fat 的讨论，会有更多的例子。雨欣，二老师的耳机好像有一点点炸裂，是我这里的问题吗？还是 Ringo 你有听到？感觉是可以忍受的程度，有一点点炸裂。别忍受了，我稍等，你们先，你先去答一下，我顺便提问一下陶蕊老师，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Q 一下观众的问题，观众的问题里面说，关于审美来自人类基因，或者以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关于这个性。sexual attraction 和这些审美之间的联系，然后这个权利在这个里面是怎么运作的 Tori 老师可以具体的解释一下吗？然后还有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是关于这篇文章的，可以之后再问。对，因为我可以再帮助大家 recap 一下这篇文章里面讲的内容，然后他举了几点例子，然后其中他把女性的一些mental disorder，他把这些 frame 成了一种反抗的手段，比如说，当时有一些 practices 希望女性在家里，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干一些这种就是 stay at home 的这些这些要求，然后这些女的就是用这个作者的视角，就是他们在家的时候，他们为了反抗，就选择了自己去。得一些精神病，或者去选择去就是 practice 一些 disorder， 或者就是dwell on 自己的这些disorder 来作为一个反抗的手段。就是说，你虽然把我们困在这个家里。困在这个 domestic environment 里面，但是我们作为反抗，我们就得病，我们就也不会在家里好好的工作，生孩子，然后 instead 我们就是成了阁楼里的疯女人，然后在那里发疯，然后得了这个 hysteria 和这些 disorder。这个好像是作者的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女性 deploy 了这些反抗的手段，然后这些反抗的手段是以 destroy 自己的 mental 和 physical body 为代价的，想要去做一系列的反抗的措施。sorry， 这个我是不是刚才我 miss 掉了一个问题？关于那个关于审美。审美和这个是不是基因里，比如说对我看这个差这边，比如说对婴儿脸确实有觉得更可爱什么的，对吧？对，是我觉得我确实不能完全否认说，那基因里它会，比如说
一直跟社会学有一些比较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的一个就是这个 evolutional biology，然后就是比如说很多所谓的科学会从一个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说，那是不是长有些特征可能会让人更喜欢，产生更多的好感等等等。我觉得确实可能，I mean，我也不是学这方面 science 的，我觉得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存在吧，确实，嗯，但是呢，就很多时候就是感觉这个社会的因素似乎是更多的要 outweigh 这些比较所谓的基因或者是比较 essentialized 的某一个特定的feature 比较好看呀，等等等等的。尤其是当比如说很多其他的 factor come into play 的话，比如说这个具体的体型啊，还有肤色呀，啊、身高啊等等等，感觉它虽然可能有部分有一点点 evolutional biology 的成分在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审美是有很强烈的 preference 的。它不仅仅是我觉得比如说他长得越像婴儿可能越可爱，这种稍微有一点点这种 tendency，或者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非要让我们在两个里面选，我们可能会选另外一个的，而是说我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审美是带有很多的价值观这种取向的，然后以及其实对和很多 social discourse 和这个 power relation 有更多的有非常强烈的联系。然后在这部分，我觉得如果单纯从一个纯 biology 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能完全解释这些非常强烈的 preference 和对于自己身体非常有的时候比较 obsessive 的追求等等等等。没有没有，就是我刚刚在跟点点私聊，然后我们聊到那个权力的相对是真我，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真我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真我并不存在，然后我们又讨论到权力可能是中性的和社会规训也是中性的等等等等话题。当时我只是想知道，我举手的原因只是想知道，那如果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现象，那真我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我们现在所 propose 的一个真我，它是不是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一个建立？因为真我并不存在。我觉得现在很多它有一种这种 discourse，就是鼓励大家所谓的寻找真我，所谓的就是回归到这种真我。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它也不能完全 deny 吧。比如说，在我自己也有的时候，比如说 practice 一些 meditation，然后在 meditation 的一些 discourse 中，那可能就是说要去把 ego 的这个 idea 去解构，然后去看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本我呀等等等等这些概念。但是我觉得在绝大多数 context 下，那确实没有独立于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所谓的这么的一个真我。然后很多这种就是宣传的寻找真我，它背后的更多的是 either 比如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逻辑，比如说他想通过这个实现一些其他的 hidden agenda 呀，从而为资本主义服务啊，或者呢就是一种 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这个体制之下，对于 self， 对于到底什么样的我们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掌控，它是有的时候会给你一种这样 illusion 的存在，说我似乎可以transcend的这个 social structure， 我似乎可以transcend的很多权力的关系来达成这种，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很多 self help 也是鼓励的是这一点，但是它背后其实是更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它是像他自己说的那么的简单，我觉得。就关注到 self care 这个事情，之前有过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 is self care really helping
individuals， 或者还是说他只是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转化为一个个人的责任，甚至还有对 self care 的 critique， 然后甚至是对于真我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事情的探讨。 self care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topic，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多了，有没有大家想讨论一下对这个的观点？想听玉珏老师的发言，对这个肥胖的这个 comments。感觉现在 chat 里都是跟下一篇文章非常有关联的话题。好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肥胖就是可能应该有一个大众认知中的一个肥胖的一个定义，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肥胖它包括它的一个标准，包括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语境下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中它对肥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吧，就是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里面会说200到300斤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肥胖的一个印象，是不被人所喜欢的一个身体的形态。但是比如说它的一个它跟它的一个身高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关联的。然后也有就比如说像是日本的这个相扑运动员，可能在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身体的线条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定义中的肥胖，但是他在他们的社会中还是比较受到欢迎和这个认可的一个形态。但是它还有就比如说是我们近些年会看到的这种塑身美容的广告，就是他们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就是他会先定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女性的身体是一个 one size， 然后你如果超过这个 one size 之后呢，他都会觉得，他也不会明确的告诉你说你是肥胖，但是他会要求你需要减肥，你需要去塑身。那么同时呢，他们会对于这个超过了这个 one size 这个体型的女性，她会有这个 body shaming。那包括他会让他会通过因为他的知识和他的权力关系中间会形成一个欲望的一个建构，就是他利用你的一个通过知识的一个灌输，然后让你形成了一种欲望，然后从你内在的自发的，你觉得这是你自发的一个需求，自发的一个欲望，想要去追求这个东西，最后呢，它其实是折射了一个权力的关系。就像他的一个塑身美容的广告，它实际上它既不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现实，它也不是说是反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审美，它反映的就是它的塑身广告的它的一个资本方，它需要挣钱，它需要去让女性建立一个我需要减肥，我需要塑身的这样一种欲望，然后呢，他们就去购买他们的这种服务，而且呢，把这种减肥塑身当作是一个体现女性自主性、自主权的一个表现，就像是这个告诉他们说，哦，我可以掌握我自己的身体。那同时呢，他们会把这个肥胖和这个不道德挂钩，就是把这个身体的线条把它道德化。如果你的身体线条你达到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那么你就被认为你是不自律的，你是一个非道德的状态。所以说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呢，也是一个权力关系运作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基因里面骨子里面就一定会建立的一个对于什么某一种身体就是天然的有这种向往。我不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没有接触到传媒和广告之前，我们就不会有审美的趋向，而是这些广告和传媒它在利用他们的这种传播的方式和传播不断复制的一个方式来去塑造大众，特别是流行文化中对于这个身体的审美和定义。我们继续往下吧，感觉大家聊得感觉是的，这也正好引出下一篇文章。第二篇阅读叫做 Coming Out as Fat Rethinking Stigma， 也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然后阅读的过程中也给我带来不少新鲜的视角。然后也是照例让 Tori 老师来先介绍一下两位作者。对，这篇的作者呢，他第一位作者是UCLA 社会学的一个 professor， 专门研究比如说他最近几年好像就是对肥胖fat phobia 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研究，比如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 Why is Fat a Feminist Issue，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拓展阅读中一会儿也会提到。然后呢，还有他第二个研究方向就是研究这个 sexual harassment，在美国和法国的
context 下，然后呢，他其他的也是研究，比如说一些大家是对于 gender pronouns 的使用等等等等一系列关于 gender 和关于 social structure 等等的讨论。然后第二位作者呢是 Dr. Anna Ward，我记得他的 PhD 应该也是在 UCLA 读的，然后应该是当时他们合写的这篇文章，然后他现在的研究方向，他现在是在 Women's Studies，然后也是研究了很多关于 sex work 呀，然后 queer theory 啊等等等等。这是作者的简介。那首先就先对这篇文章来一点简单的 overview 吧，就为什么会有就是肥胖还有需要出柜这个概念呢？是的，首先作者发现说，在他参加的一个就是关于 body acceptance 的一个这个 activism 的大会的时候呢，他发现很多这个 activist 使用了出柜，就是 coming out 的这种 narrative 来形容他们对于肥胖的态度。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 narrative 它从一个 context 底下，然后travel 到了这个肥胖的 context 下，尽管呢说，比如说我们的性取向，我们一般来说你除非就有的人可能比较明显，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稍微 hidden 一点的东西，你如果不 come out 的话，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确定你的性取向，它是一个有点像 hidden 的 identity。然后呢，但是肥胖这个关于体型的话，那你在 social interaction 中，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对方的体型，你想 hide 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很好的 hide。所以尽管这两个 identity 在很多层面上它非常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用了这个 coming out 的 narrative， 然后所以它的 research question 还有这个 focus 呢，就是看这个 narrative 到底是怎么样 travel 的，以及为什么大家是这么使用的。然后呢，它的一个比较 general 的framing 呢，就是说这个 fat phobia 它把它 frame 了成一种 social structure。然后呢 by social structure 它这里引用了这个非常名的社会学理论，关于what is structure the duality of social structure William Sewell 的这个定义，把 structure 看成是 schema plus resource。schema 呢，更多的就是来形容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cognitive 的一些对于东西的认知，一些套路等等等等。一般来说，稍微的相对于 resource 来讲，一般是 mental 一点的。然后呢 ，resource 的更多来讲是它是怎么，就是比如说 mobilize 其中的一项社会资源假如说金钱呀，还有一些比较稍微更 tangible 一点的东西，然后把 social structure 看是 schema plus resource 这两个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然后看说这个比较 abstract 的 structure 到底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析。然后他这里说的 fat phobia as a structure 呢，就是说它的两个特征就是非常的 deep， 然后它非常的 high power by deep we mean 它这个 schema 是非常 pervasive， 大家很多时候其实 unconsciously 的都会对体型有一些要求，然后都会比如说看到一个体型比较大的 individual 就会联想到一系列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已经成为了一种这种 cultural 的比较 consensus 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 deep 的 schema， 它是 pervasive， 然后 unconscious， 然后呢它又 high power in terms of resource。by that we mean 比如说这个肥胖还有它背后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它背后的整个 industry， 比如说这个 healthcare industry，还有一些减肥等等这些 commercial 的东西，它的背后都是 billions of dollars。尤其是现在大家对体型越来越重视的这样一个时代，它背后牵扯到非常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呢，它是一个 high power in terms of resource。然后它把 fat phobia 它 frame 成一种 structure， 然后看 schema 和 resource 之间的关系，这是它的一个 general framing。那接下来就进入到 theoretical background， 让曹老师来。有朋友有问题吗？有的，我想问，就是说，fat phobia，但是 fat phobia
就是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我们的 fat 的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欲望的一些过度的一些灌输，就是肥胖的原因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构成的，然后它又有 fat phobia 来收钱，它算是一个 double oppression， 它算是一个 multiple layers of oppression， 就是变得胖的原因可能就是工业化的食品链，和很多的被灌输的饮食习惯，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生活的 ecosystem 里面，它有健康食品的摄入，本身就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事情，或者是说肥胖可能是跟其他的社会相关因素有关的，然后再有 fat phobia 这个东西存在，其实它是有可以这样分析吗？就是它可能有 layers of oppression。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确实这个分析角度也非常好，它这个帮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 fat phobia 它背后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 stake， 而且它这个是非常 high stake 的。比如说，那如果完全没有对这方面对体型、对于健康、对于等等等等这背后的一些 discourse， 那可能这个 Whole Foods 等等的这一系列超市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成功了。然后以及整个资本主义都是对于人身体的一种oppression， 然后规训，然后再通过人的身体的欲望啊等等等等，然后来实现它的这个资本的循环呀。所以我觉得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perspective 和 insight。谢谢。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先来再 go through 一下它的其他的 theoretical background。OK， 那对，刚才我们说讲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 social structure， 因为我们经常尤其在社会学里面 social structure 基本上也是一个必提的词。那我们到底怎么来分析它？然后这个苏老师说它可以拆成 schema 和 resource。这个也牵扯到说我们到底去怎么样 challenge 这个 social structure， 因为比如说，我们第一期讲的这个 Bourdieu 啊等等，都是说他的提议都是说要从 structure 的角度来入手去 challenge structure， 不是说去 blame 比如说 individual。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challenge structure 呢？那其中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有些，比如说在这个 context 下，这个 social movement。比如说这个 anti-fat phobia 的这个 social movement 呢，它是其实在 apply existing schema to new context。比如说这个 LGBT 的运动在之前的several decades 都非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这个 LGBT life 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 coming out 已经成了我们熟知的一个词，不管你是 LGBT 还是对这个有多么了解，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出柜，比如说，然后那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 schema， 一种 narrative 在这里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过去成功的一些运动呢，把它 apply 到 new context 里面的话，那这个就可以是一个 one of the possible ways to challenge structure。然后呢，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关于 structure 的讨论中呢，这个叫 transposability of schema， 就是把一个 schema 移植到另外一个 context 里面，可能和本来的 context 没有那么相似，但是它可以 travel， 叫 transposability。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一些 concept， 比如说 spillover， 就是说就是一个社会运动，比如说这个 LGBT 的社会运动，然后它可以 spill over 到这个 fatphobia 的这个运动中，虽然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比如说 share 了一些相同的 schema，share 了一些相同的 narrative 的话，这个时候这个 effect 就有点 spill over， 会波及到其他的运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master frame， 就是比如说当一个 frame 它一个 narrative， 比如说 coming out 这样的，它非常的成功，然后它可以不断的被用到其他的 context， 那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 master frame。然后呢，同时也说，就是在这个 travel 的过程中，在这个 transpose
transposability of schema 的过程中，它不一定会成功。就是说，你可能想把比如说 LGBT 的这个 coming out 转化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但是你这个转化它不一定会被大家都接受，不一定它就是一定会成功的。这个要 depends on 很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背后有一个 unpredictability 就是这里说的 unpredictability of resource accumulation， 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讨论到关于到底会这个 transpose 这个 schema 的时候，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 effect， 它是不确定的，它是充满了很多其他因素决定的。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polysemy of resources， 就是说。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 change symbolic order 的一个讨论。比如说 Bourdieu 其实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symbolic order 看起来非常的牢固，然后上节课我们讲了说这个比如说男女等等等等，它这样一系列的 binary distinction 是被 map 到了很多其他的自然界中的 binary distinction， 然后这个整个的逻辑它变得浑然一体。那我们怎么去challenge 这个这么 coherent 的一个 frame 呢？就是说它其实很多 resources 它可以被 interpret in different ways， 它只要我们比如说通过我们的 creativity， 然后我们通过想象力等等，我们可以提出其他的 framing， 它不一定是必须是 frame 成现在的这种 way 的，只要我们能够比如说跳出一些现有的框架呀，然后去多思考一下，然后它其实这个 resource 的背后它不是一个 determinant， 它是有很多 possibilities， 然后这是一个 changing symbolic order 的一个关键，也是挑战 social structure 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对，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这整个关于所有的 schema 呀，还有这个 resource structure 的讨论都是归结于这个所有的 framework 的，然后这是他引用的非常主要的一项theoretical background， 然后第二项呢是 Goffman 的，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先 pause 一下，因为我们涉及到了比较多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到什么例子啊，都可以来帮助更好的理解 before we jump to Goffman。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是一个 narrative 的问题，就是在 change symbolic order 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讲的是怎么样去就是 change the narrative， 就比如说看一个 body， 我们可以 appreciate 它的一种形式 versus 只用现在的一种单一的审美标准去评判，我们可以去 appreciate 它的 queerness， 就所谓的这个 queer world making， 去看一看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看这个我记得他在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还挺多的，就是 embrace 一些reclaim 一些话语体系，然后就用这个我们coming out 作为一个就是勇敢的，然后就像就是而且他用 coming out 的这个话术，他是从不同的身份，少数都可以用这个 coming out， 就是除了肥胖，我们还可以就是把任何自己的看起来 disadvantage 的那一部分都 frame 成 coming out， 就是 coming out 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就是 to show is to show， 就是我们是指我们展示我们自己没有 ashamed of it， 或者就是我们展示我们的 mindset， 就是我们是一个 activist 要去 challenge， 就是 it's like coming out as an activist to proactively promote 一种 right， 可以这么理解了。是的，对，我觉得你对这个 coming out 的application 又更广了一些。甚至对 coming out as activist， 就是我们不是对，我们不是 cowards， 就我们不是就是在那儿看着这个权力就这样就是碾压我们，而是我们 adapt 这个 coming out mindset， 就是 we come out as people who do not succumb to 这样的 oppression， come out as 我们一起可以联动，就是我就是接受我的肥胖 as 一个武器 almost as 一个就是可以去挑战这个框架的一个 tool。 对，是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然后另外一种选择可能是，那假如说有些 identity， 我们可以假装我们不是这个 group 的，我们不是假装我们不是这个被 stigmatized 的 group， 然后假装我们是所谓的社会的
主流，然后甚至比如说用这个权力关系再去压制其他比我们更 marginalized 的群体。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比如说做 activism 或者是选择 come out 的话，那就是对过去就是要勇敢的去挑战，然后 stand up in face of 这个oppression， 并且 claim 我们的 membership， 这些 reclaim 这些 identity， 然后把它们通过 collective effort 变成一种就是没有 stigma， 然后可以 proud 的东西，甚至是。让观众有什么分享吗？读完这一篇文章之后，感觉还是非常有启发的一篇。就是因为第一篇看完是感觉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得通的，然后这一篇就提出了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我们要从这个 narrative 的角度入手，去改变大家这个 symbolic order， 就是看到肥胖不再联想到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而是只是看到一个很普通的就是一个 body just like any other bodies， 去 appreciate 大家的这个 diversity， 是这么理解吗？对，对，确实，如果比如说把这个肥胖或者 body 看作一种 resource， 它确实没有说它的 meaning 是我们 determined 的，是一种 open to constant struggle 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可以被 politically change 的 through， 比如说 collective action 的，它并不一定就是和那些非常 negative 的东西挂钩的，所以对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change symbolic order。不过这里只是先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待会儿我们可以就是 go into greater detail to look at， 比如说他们这个在这个运动中，大家到底是怎么样去挑战这个 symbolic order， 并且利用这些 resource 和 schema 的。还有刚才 Goffman。对，那我就稍微简单的提一下 Goffman， 不知道大家对 Goffman 有多么熟悉。反正作为社会学一个非常也是鼻祖的人物，然后他的很多理论都是关于比如说 interaction order 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 present ourselves presentation of self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理论。然后他写了一本专门关于 stigma 的书。然后呢，在这个书里面呢，他提到了2种不同的 stigma 对应的 strategy， 然后一种呢是关于是这种 discreditable identity， 然后他做了一个 distinction， 一种是 discreditable identity， 一种是 discredited identity ED 结尾的那个。然后 discreditable identity 呢，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像 LGBT 这种，它不是第一眼就非常的明显的，然后它可以被 hide， 如果通过一些手段。然后你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 information management 的手段，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去 cover。然后另外一种呢是 discredited identity， 那比如说你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身体缺陷啊，或者是比如说在体型方面跟大家不太一样，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太办法 hide 它，或者是比如说你有假如说你是盲人啊等等等等，这种就是不太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hide， 所以这种其实对应的是2种不同的 stigma， 然后它背后对应的也是不同的 stigma management 的一些手段。在这里呢，就是在 Goffman 的这个 framework 里面，那这个 LGBT 属于 discreditable identity， 然后呢这个 FET 属于 discredited identity， 然后它是对应的不同的 stigma， 但是呢他们却用了同样的 narrative。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flaunting 和 covering 的这个 distinction， 就是 flaunting 呢，就比如说你come out proud in your face，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在 flaunt， 然后说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被 reclaim， 你可以去be there out loud。然后呢 versus 比如说 covering 就是想把一些东西变得更 invisible 等等，这都是比较好理解的，从他们的字面意义上来讲。然后这是他的一个 theoretical 的 framework， 然后我们之后可以看就是他的这个 study 是怎么 contribute to 这2种的 theory。 那么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几页都是作者的 findings， 然后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点，等到 Tori 老师讲的时候，大家再一起讨论吧。
好的，那我就先来 go through 它的这个第一个 finding，我们也是 in the order of 它 present 的顺序在文章中。一个呢，它就是发现这个关于 cultural narrative 的 migration，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把 coming out 从 LGBT 的这个 framework 里面转移到这个body acceptance activism 里面，这种是一个 migration。然后呢，为什么有些事情、有些这个 narrative 会 migrate，然后有些不会呢？他提出了2种 pathway， 就是2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呢，就是说 cultural ubiquity， 就是比如说某些 narrative 像 coming out 这种已经变得非常大众化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出柜是什么意思，然后并且可以把它随便应用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一定是关于性取向的，有的时候就是其他的事情也可以用出柜啊，或者是 come out 的这种词汇来形容。然后那它这个时候这个 framework 的就是一个非常 ubiquitous 的 cultural 的narrative。然后那这个时候这个如果它被广泛的应用，那就不惊奇了。这是其中的一个 pathway。然后另外一个 pathway 呢，就是说它可能没有那么的 culturally ubiquity 的这么一个 framework， 但是呢，在这2个不同的 groups 里面，它有一些 overlapping memberships。假如说一些 LGBT 的这些 members， 它恰好又属于这个在比如说他自己是比较体型比较相对肥胖的话，那他可能在这个 body acceptance 的 activism 里面，然后那他既然在这2个不同的 group， 然后呢，他就可能把他之前的一些 activism 的经验啊，或者是他之前组织的一些 narrative 搬运到这个新的这个他的这个组织，他的这个 activism 里面，并且成为比如说就告诉其他的没有在比如说 LGBT 组织里面的那些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可以来思考what if， 就是我们可以用 come out 的这个方式来 frame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一个 overlapping membership 带来的 cultural migration of cultural narratives， 所以它有这种2种的不同的 pathway。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然后它的 finding 呢，也就是说，当然 come out 这个它已经是非常 culturally ubiquitous 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发现很多这个body acceptance activism 里面很多是女性，然后他的这个study 的这个 subject 应该也是只 focus on 女性，然后并且很多他确实放了很多 evidence of overlapping membership between the two， 并且在比如说一些 LGBT 在这个anti-fatphobia 的 activism 里面成为了这个先锋，然后成为了这些启发这个narrative 的人。OK， 然后第二个呢finding就是关于 how visibility matters， 然后它我觉得有2点比较有趣的，第一个就是 affirming and valorizing a stigmatizing and visible trait， 就是它这个感觉是跟 coming out 其实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 visible trait， 因为你的体型你没有办法很好的 hide， 所以呢你这个 visibility 它带来的这个 strategy 呢，就是你要真的去非常 affirming and valorize 这个 trait， 而不是说试图 cover 它。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 creative reclamation of fatness， 它用一些词汇然后来 reclaim 这个 fatness。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有些 identity 是可以被 reclaim 的，比如说之前的 queer 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negative 的词汇，然后但是呢，在最近的 LGBTQ movement 之中 queer 成为了一个 identity 的代表，所以这个 identity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被 reclaim 了。然后 fatness 也同样 fatness 它可能是一个，它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很好的东西，比如说它代表着一种I don't know， 比如说在一些 culture 里面，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所谓的心宽体胖啊等等等等，是一个更好的含义，而不是说它代表的在这个比如说一些北美的文化里面代表的是这种 laziness 没有自律等等，对于 personalities 和这个 self 的一些deficient 的 framework。然后呢，还有一个他举的例子就是说
关于这个 narrow， 它相当于有点应用了这个 narrow 不同的意思，一个是稍微比较瘦的，这个体型方面比较瘦，然后另外一个是 narrow-minded 的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就是有 invent 了这个，比如说叫 narrow fox 的词，然后就来形容说这个看起来指的是就是 being narrow-minded 是一个很不好的，但是同时呢也有点影射说这个瘦的没有胖的好，在这种creative 的 reuse 和这种 reclaim 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就是更加affirm 了说 fat 不是一个我们需要 shame 的东西，它把这个非常 negative 的含义就把它 reframe 成了 positive 的东西，并且把它的 opposite 一般，比如说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suggest 比如说瘦是不好的。当然也不是说攻击瘦的人，但是更多的是通过这种语义，通过这种 creative 的 vocabulary， 然后来达成这种一种 subversive 的效果。然后接下来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 findings， 我们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接着 go through 一下。这个呢就是关于 coming out 和 flaunting 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在很多 social movement 里面，就是说然后我们之前在第3期关于 community building 里面的其中，我记得是第2节吧，也有讨论过说这个 social movement 它到底要怎么 strategically 的去 negotiate 我们和主流的 similarity。那我们到底要强调这个 similarity 呢，还是要强调 difference 呢？比如说这个同性婚姻中呢，可能更多的是强调这个 similarity， 说love is love， 我们的爱也和其他直人的爱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爱，然后我们也和你们都一样，我们 deserve 这个权利，然后通过强调 similarity 呢，达到一种这种政治的效果。或者呢，在比如说早期的讲水墙运动那个时候，那强调更多的可能是 difference， 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就是要我们就是要 be different， 并且要 come out in your face 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总是一种 negotiation， 并且根据 context， 根据 organization structure 等等，看哪种 strategy 比较有效。但是呢，在这个 context 下，在这个关于这个anti-fat phobia 的 context 下呢，他发现其实 similarity 和 difference 它经常是同时 operate， 它不是 either 强调一味的强调所谓的 similarity 或者一味的强调 difference， 而是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很多 narrative 它是 both way 的。比如说呢，这个 flaunting 它虽然一般来说这个 flaunting 和这里强调 difference 的一种体现，就是说我们要来说我们的 difference 是很值得 be proud of 的，然后 in your face 的这种。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很多时候它也是 claiming inclusion， 就是说要被融入在这个主流的一种体现。比如说呢，这里我 include 一个 quote， 他说 they flaunt along the axis of appearance in that their fatness is hyper visible, but not on the axis of cultural expression in that they are reaffirming rather than challenging the hegemonic cultural value of physical fitness。这段话呢，它背后的这个其中对应的一个 quote 就是说，有些人呢，他说虽然我很 fat， 虽然我可能被至少在比如说一些客观的 standard 会认为是比较肥胖的，但是呢，我也很健康，我也和你们就是我不比你们不健康，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其实它虽然说它在 appearance 上说这个 fat 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是在 flaunting， 但是呢，我通过比如说我很健康，它同时又 reinforce 了说健康的这个才是 what really matters。只要我健康，我就应该被 considered as， 比如说你们一部分，你就不应该歧视我。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 logic 呢，其实也是一种这个 claiming inclusion 的一种 logic。所以呢，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说一个话，在用一种 strategy 的时候，我们在一方面可能在 flaunting， 在强调我们的 difference， 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最终的目的是想要被 include， 想要 claiming inclusion 的这种 implication。
所以呢，而且呢，它就是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发现呢，就发现这个就说明这个很多 strategies employed 是 depend on specific context 的，通过 context 的决定什么样的 strategy 可能是会更多的被employed，什么样的 strategy 是更 effective 的。它不是一个说这是一个 social movement， 我们就一直要强调 similarity 或者一直要强调 difference，no matter what。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 contextual 的 variation。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背后有很多 important implication， 我们等下也会看到。然后可以先 pause 一下，知道你有什么提问或者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提问一下 Tori 老师，觉得我们从 queer 视角来 frame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想 clarify 一下他的 coming out strategy， 他指的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好像 reclaim 成了一种就是我告诉你，然后你会选择接不接受，就是我先去表达我自己是 proud of 我自己这样的 identity， 就是我是所谓的就是反现存社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 identity， 就是我是反对这个现有的制度或者对于肥胖人群的压迫的，然后就是选择一个这样展示自己的 mindset， 因为这样的东西是就有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 ashamed 或者想要自己去做出改变，然后他们就是以一种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做这个 coming out， 就 which is like 就跟比如说同性恋的一些，就比如说对，就同性恋的 coming out， 可能在底层逻辑里面也是这样的逻辑，就是 not only that I'm gay, I want to show you that I'm gay， 就是我就想在你面前受我自己的 gayness， 然后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但我要先 flaunt 一下，是差不多类似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不接受你的这个体制，我就想要一些改变，就是你来看看我，就是想做出这些改变，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吗？对的，我觉得在底层逻辑上，这个 flaunting 确实就是跟 LGBT 有些 strategy 是非常像的，对。然后关于它这个，比如说有的时候 flaunting 也是在 claiming inclusion， 其实对在 LGBT 里面也有很多例子，比如说这同性婚姻，它一方面可以说那我就是要来结婚，然后在你面前结婚，然后让你看到说我们两个 same sex 的人也可以结婚，然后 disrupt 你这个婚姻的体制等等等等，这方面是一种 flaunting， 但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是在就是说 reaffirming 这种如果用它借用这个它的原话的话，就是 reaffirming rather than challenging the hegemonic cultural value of marriage for example， 所以就是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说这个flaunting 和这个 difference 和 sameness 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点关于这个 health 之前的提问，就是有很多 argument， 就是说关于肥胖是不健康的，这是不是也可以用酷儿视角做一部分解读？就是这个当时我们上一个学期第5节课的这个为了健康，为了活得更久，然后为了 serve 更多权利，在资本主义里面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 versus 我就想做自己，我这一刻我就想吃一桶炸鸡，然后就吃很多高卡的食物，然后享受这个瞬间，然后就不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是就是真正的体验一下我自己想要的这个 desire， 是可以这样 frame 吗？这样是一种酷儿视角的解读吗？对，我觉得这挺酷儿的Yeah, if you put it this way，比如说就是那比如说健康，那它经常背后代表的也是比如说长寿然后这是一种非常 heteronormative 的 temporality， 某种意义上来说。但比如说我说我就是要健康，我就是要反对这个关于 fitness 背后的一系列的 culture。那 it's definitely a clear lens to read it。甚至我记得在本科时候，我第一次接触读 queer theory 的时候，我就忘记是什么作者了，太久远了。然后好像在讲就是关于在 AIDS 的时候，当时也是有很多关于这个 public health 这方面的 concern， 然后就是说那我就是要，比如说我就是要选择
这个 risky sex， 我就是要选择死亡，我这个你也不是应该政府应该管我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那我就是要去当时被非常stigmatized 的这种 gay sex、gay identity 等等，我就是要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很 queer， 然后很subversive 的一件事情。当这个主流的 cultural narrative 在强调说你要 be considerate， 然后你不要进行这些 risky sex behavior 等等。看点点老师分享了这个肉蛋谈心这个肉蛋甜心这个组织，我记得文中也有提到叫 We are there, we are spheres， 感觉就挺可爱的一些 expressions， 就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做 narrative， 就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明天讲讲那个，然后就是不一样 create 一些各种各样的 discourse， 让它就 confuse 这个主流的这个视角，这是不是也是一种 strategy？ Yeah， 对，是的，比如说对那个We're queer, we're square， 然后或者是 narrow fox 等等等等，都是一些非常我觉得 creative， 然后挺可爱的一些strategy， 在于对于语言，然后对于一些 slogan 等等传达出一些不同的 message， 然后当然这个的具体它能传播多久，就是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它能够引起多大 scale 的 social change， 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至少可以去多思考这样的 possibility， 然后多 try 这种不同的 way of framing， 看有的时候有些 narrative 就somehow一下子就变得特别 successful， 就是感觉也挺 random， 并且就 never know。我看玉珏老师也有发言，玉珏老师要分享。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健康还跟它的一个病理化，就是它是否是一种疾病挂钩，就是比如说像是在性取向，就是像在性少数的这个一个出位的过程中，就是它首先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一个病理化，那病理化它实际上是一种用科学的语言，然后它去合理化这种歧视，就他说你这个性取向，你这个性别认同，你的性别表现和别人和这个所谓主流的这种cis heteronormative， 它是一个相违背的状况，所以你是一个有病的状态，你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随着它这个从gay liberation， 然后再到它80、90年代的这个酷儿运动，它慢慢的就推动了，因为他们有这个一个群体的一个身份的建构，然后有了权利的诉求，然后去推动了在这个医学领域的一个去病化。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历程它可能对于这个fat activist 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也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一种流动的影响。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因为他如果要去建构的一种 coming out， 它可以把它视为是 identity politics 的一种实践方式，那它就需要一个 naming， 然后是一个 complaining 的过程，到最后它是一个 reclaiming 的过程。那 coming out 它其实是给了这个fat activist 一个新的一个 naming 的过程，就是因为在性少数他们的一个 coming out 的过程中，包括对于这个 queer 这一个词的这样一个 reclaiming， 它就需要一个新的命名、新的自我定义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推动了他们，比如说作为去病化的一个实践。那么去病化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健康和不健康的角度，也是对他这样一个身体呀，包括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一个定义的一个重构。谢谢玉珏老师的分享，每次都非常的 insightful。玉珏老师觉得我们怎么重构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比如说我们来用一些词，或者来用一些这种 ideology 来想一想这种具体的怎么样大家一起重构这些东西，在比如说肥胖的这个视角。我觉得重构这个词它本身就是怎么讲呢，它首先需要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 deconstruction，
就是你需要去解构它现有的一些审美的标准，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比如说它是比如说用身体的比例去用以定义女性的美，然后呢又用这个女性的美来激起情欲和消费，然后呢这一切呢它需要一些科学的语言去量化它。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很长时间就是在这个瘦身美容业的一个传媒影响下，对于女性肥胖的定义是好女不过百，对吧？它这好女不过百，这个百它本身就是超过100斤嘛，它就是已经给了一个量化的一个定义。然后呢，这些数字它本身是有一个功能，就是女性你有了这些量化参考的定义之后，你可以用这些数字来计算自己是否是符合这个肥胖的区间，还是你符合一个什么理想身材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就是我们去讨论说如何去重构的话，首先要看它建构了什么，然后我们去解构什么。但是它还有一些 strategy， 就是比如说你是把这个现在被认为是肥胖的这些女性再去 incorporate， 就是把她们再重新纳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审美的范式中吗？就比如说我刚看到点点老师分享的这个肉蛋甜心的这样一个 reclaiming。就是比如说它是虽然说他们的体型不符合这个传媒中的 one size， 但是他们可以符合审美中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甜美这样一些定义，还是说我们要在这之外去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就是把这个 fatness 它重新 reclaiming 成一种审美范式，而不是说 fatness 也可以去嵌入到现有的一些审美的要求中去。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 strategy 在这样一个重构的过程中，包括就是像比如因为现在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科学化的术语科学化的话语，把这个所有的这种审美它把它拆解成不同的数字，比如说你的黄金比例，你的腰臀比要是多少，你的这个你的身高和你的体重的这个参考的数值应该是多少，那这些数字会不会可能是这个重构起来会从他们入手会更方便一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 strategy。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这个肉蛋甜心 form 到了一个好像符合甜美的审美范式里面，它可能 oppress 那些长得并不甜美的胖的女性，或者说并不想要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胖胖的也很可爱，就是这种新的一个胖就必须可爱的一个范式里面。但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需要被传播的一个意象，它又有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被大众接受和认可的一个 strategies， 就它不可能就是说像福柯那样全部封掉。这个方式，这个方针可能是重构的，学术上重构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范式，但同样的，它可能没有办法在主流的世界发出足够响的声音。这是我的一个 interpretation。对呀，这可咋办呢？这个加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什么措施啊？咱们来 brainstorm 一下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只是从一个传播学的，包括很多时候，因为我之前读社会创新嘛，就是说我很多时候觉得他们那种白左做出来的一种意象，就是那种大家团结一致有爱的那个意象，其实是一种新的霸权，新的一个体系。但他们 somehow 你要在这个白人的美国的社会去传播这个事情，或者是 raise funding， 或者是说做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事情，你又要用这种 image， 所以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我只能去 critique 它，或者是我只能 name it out， 我就只能说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传播，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事情oppress 到了我，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又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他如果要符合一个主流的传播的语境，或者他想要在他想要 create voice 和 awareness， 他就必然的他就需要就是还是要看他需要被哪个社会群体，他需要获得哪个社会群体的认可，这可能还是跟他那个团体的 scope 有关。I don't know， 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make sense。Tori 老师有什么 comments？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solution 吧。我对传播学其实没有特别的了解，但是确实感觉这种东西它永远都是一种 both like internal struggle and struggle with the external structure，所以感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 context，它也有不同的 strategy，然后有 implication 对于不同的人，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具体怎么办，但是我觉得这种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然后感觉不断的通过 negotiation 的方式，去看到底什么样的 strategy 在这个 particular 的历史时期或者 social context 下最 effective，然后也可以不断的调整等等的，我觉得都是现有的一些措施吧。毕竟感觉也没有什么 parties 或者 scholarship 可以真正的去说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酷儿视角是不是也可以 further 的来就是 embrace 一下，就是这个 queer world making， 让大家都去 appreciate 这种 newly rising 的这样的一些体型，或者不一样的这些就是不符合主流的，我们都互相的去 appreciate， 就是 promote 这一种底层的逻辑去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些 diversity 和一些digression from 这个主流，就是这是不是一种 collective action 的方式？但这样会不会找不到对象啊？这会儿我们就 embrace， 就是就比如说你的女朋友特别的漂亮，你会不会有压力？我只是就带入到实际的生活经验，在思考怎么样就 body 这个事情，其实我有时候会非常的 struggle。我觉得咱们可以 form 各种，就我觉得这个 coming out 的，我觉得太 make sense 了。咱们可以 form 各种，比如说咱们 form 一个，咱们都长得丑，然后一起来做 collective action， 然后我们的 logo 就是我们都是丑，但是 we are ugly, we are great, awesome， 就是这样的逻辑，就是 reclaim 这个丑，就是让它不就没有这个贬义，就是行，我们就是长得不是主流审美的这样 ，but it's fine， 就是但是我们也很awesome， 我们也很 fabulous 的过，就是这样的逻辑，是不是？就是我们也 fat， 然后我们就也丑，但是我们就是也，比如说，智商不高，但是我们就也可以活得非常灿烂，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就是大家一起做 collective action， 然后大家都这个 come out as， 就我 come out as， 我这个人智商就是第一，我文化水平也低，但是我就是 somehow 我有 enjoy life， 是这样一种逻辑吗？天哪，那其实那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人活一个心态，就活的就是这个快乐。就是我就不符合这个主流 ，but it's fine。就大家都 promote 这个，大家都去 self expose 一点，就是自己的这些 disadvantage， 然后一起来做 collective action， 然后就 challenge， 就觉得这个 power 好像在这一瞬间就失去了它的那些让人觉得很惭愧、让人觉得很羞耻的东西，一起躺平。那你说，哇，那这个概念我有在想，就是那其实 power， 那是不是其实 power 这个东西，只要人认可它才是 power， 它如果没有人认可，它就不是 power， 所以它其实又是跟 discipline 相关的。Tori 老师这个时候肯定会 critique 了，这就是很多人的这个 living pain 不能忽视，是不是？不能说就是我们突然一起变 queer 就不是这样 work 的。对，没有 critique， 没有 critique ，just raising a possible concern 我有时候我的 critique 就是说这个事儿能 work， 可能也只有在 queer 群体能 work， 就是说大家每个人的 like awareness， 甚至是每个人的每个人的被归性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有的时候
就这样的古怪的想法，只有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你才可以感觉到有这个 trust bond 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它 explode 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context， 更复杂的一个 context， 可能就是这种 collective motion， 它 collective movement 可能就难以实现，或者是说它的 risk 它可能会大于它的但是你仔细你这么想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有点就是不符合这个正常规训的东西，对吧？那每个人都有，你异性恋也有，比如说咱们都是阳痿的男人，咱们也可以就组成一个就阳痿 collective action，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探讨，就是我们的这些是怎么不 fit in 一个主流的文化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就一起 embrace 大家的这个，就是把这些看起来就 ashamed of 的东西都变成不 ashamed， 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就是你就仔细想想，哪有那么就是很完美的，就在这个社会里面过的就是风生水起的，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的那样的人。没有，但是我们这样搞，那些为了这个条件而努力的人，会不会就是觉得不舒服，然后把这个就是他们如果认可那套规训体系的话，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reverse 的一个力量在作用。I don't know， 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一个很创新的思路。我觉得对，这 coming out 这真的是就可以对 flaunt 加 coming out， 咱们就一起 come out， 自己有什么不符合的，咱们就是去跟别人说，哎，我今天怎么样？我今天阳痿了，我今天就是这个又侧漏了，我今天这个，这就是随便讲啊。天哪！这个其实跟下一页的内容也还挺有关系的，就是当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类似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作者给出的答案还挺解答了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 stigma 是 reclaimable 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be proud， 然后 coming out as fat， 那接下来是不是还要 coming out as ugly selfish， 就是到底就是在哪里可以 stop， 就什么样的 stigma， reclaimable 的 stigma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Tori 老师你讲解一下。好的，我也觉得他的这个 observation 非常的 insightful， 这也是读这篇文章可能会一直产生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讨论到各种各样的 stigma， 那对，到底什么样的可以被 reclaimed 的？然后它分了3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 into which some people clearly fall， 比如说像这个 fatness， 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标准说，那你当然也有一些 in between 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就对于体重、对于身材，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到底 fall into 这个 category 还是不 fall into 这个 category。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主观的成分，但是 still 它有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consensus。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from which they perceive no easy escape。比如说你 fat， 你不是说第二天我通过我的努力，我第二天我一下子就变瘦了这样子的，它是可能你就即使想变瘦，可能也需要非常长期的一个努力，所以 there's no easy escape。或者是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身体上的残障，它有的时候不能被很好的一下子修复，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快速的离开这个 category 了。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 which entails clearly social sanctions。那像这个关于 fat 的情况，那fat phobia 我们都知道是非常 pervasive 的，也是 unconscious 的。然后它的 social sanction 也有很多对于这个 stigma。然后像有些我不知道，比如说雨欣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侧漏，那它可能这个 social sanction 就没有那么的 strong， 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它也不代表说你这个代表着你身体的一种 disability 等等等等。然后可能 I mean it could be potentially be embarrassing, but 它不太会牵扯到比如说很多经济方面等等等等。很多 far-reaching 的一些 social sanctions。所以这三点这个criteria 如果满足了的话，那这个 stigma 一般是比较可以 likely to be reclaimed 的。
然后而且说这个你没有办法 escape，然后你又非常受到它的影响，然后这个时候反抗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一般人大家都可能会去想去反抗，而不是说比如说通过自己的一些 effort 去 hide it，然后来跟一些 temporary 的这个或者个人层面的一些 privilege，或者 at least like avoid stigma。所以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说它既然很多时候 flaunting 和 covering， 或者是 flaunting 和这个 blending in，这种 logic of inclusion， 它都经常是 come together 的。你在一方面在 flaunt， 另外一方面你又在比如说 claim inclusion 或者 reinforce 了一些其他的 hegemonic 的 logic。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 there's no simplistic mapping of resistance versus conformity。然后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去 more carefully 去 unpacking the meaning and context of a certain discourse 或者是 action。这个也又 link back 到我们第一篇里面讲的关于福柯的，说这个关于 power 的复杂性，就是你不能说你有些 strategy 它就一定是说在反抗100%的反抗这个 power，然后有些行为你就是一定的是在 conform to 这个 power， 它没有这么的 stable， 然后也没有这么的简单。所以说当我们去看它到底在比如说哪些方面在 flaunting， 哪些方面在 claiming sameness， 哪些方面在 claiming difference，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它的这个 context 和它背后的 implication。然后这个文章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对 fat 对自己的体型一直有 shame 的人，他可能会说我就是想一个 wear bikini， 比如说有一天我可以穿着比基尼骄傲的躺在沙滩上。它一方面呢是一种对，是希望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体型不会再受到 stigma， 然后不是一种 being proud of 自己的身材，然后 being proud of 至少或者不感到 shame 的在 public 的一些场合，它是一种很 empowering 的行为。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 wearing bikini 躺在沙滩上这么一个 image 背后，它代表的也是其实一种背后的是一种 inclusion 的 logic。我就想像其他的人一样，也在沙滩上晒太阳等等等等。然后他也同时 conform 出了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在每一个 action 其实背后都是这样子的，他没有绝对的说我在反抗，也没有说绝对的我在 conform。然后就还有一些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到底在这个时刻你决定去吃一个蛋糕，还是说你决定去吃一些健康的蔬菜，比如说芹菜等等等等，你其实每一个选择它背后都是有这么一些 conflicting 的 logic， 我在不同的方面展现。所以说你就是个人的这些选择，个人的一些 action， 它很难它完全 label 成 resistance per se。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很多 community 的 discussion， 还有一些 debate， 包括引起了一些很多争端在网上。其实这个背后，它就是还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关于到底什么是 resistance， 到底什么是 power， 什么是 conformity，可能有一个比较 simplistic 的这个 mapping， 然后还是觉得，比如说他的这个行为，你就是什么父权制底下你在 conform， 这个你应该被批判等等等等。而是说没有去 carefully unpack 这个 meaning 和 context， 然后并且理解他的行为本身以及每一个行为，它其实都没有这么简单。这是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最后一点也是我们的也是一个很 important takeaways， 尤其是关于 community building 的，就是说他在 conclusion，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 finding 吧。他说为什么说，比如说虽然说这个 coming out narrative 它 migrate from LGBTQ movement to 这个body acceptance movement，虽然它有相同的这个 narrative， 但是呢，后者并没有前者这么成功，实现这么 radical 的 change， 至少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阶段内。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那么成功呢？就是它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它背后没有像 LGBT 一样有一个 cohesive social group，它更多的是比如说我在逛 Reddit 的时候，可能看到有一些人也跟我面临同样的 struggle，然后也有同样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它还是比较 scattered 的，它没有一个说比如说 offline 的一个 social group， 有 distinct practices, values and culture。这个呢是我们就可以 remind ourselves of 我们 community building 里面前2节讲的关于这个，比如说 feminist culture，feminist culture lesbian feminism。这个 feminist culture 呢，它背后有自己的这个 rituals， 有自己的 values， 有自己的一套非常 distinct 的 culture。然后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social movement， 还有对于所有的resistance 的行为。因为呢，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把一个 movement 把它转变 from reject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to establish counterculture。不仅仅是说我觉得这个 negative stereotype 是不对的，然后我们要 reject 它，而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 counterculture。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之前读过的 Sex in Public，也是我们第3期的第一节课讲的，说这个建立一个 counter publics queer world making。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的存在，那就相当于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对于 heteronormative culture 的一个 counter culture， 而不仅仅是 reject 这一些 negative 的 label。这个是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它也是一个 stage， 很多时候它第一步肯定是要 start with 比如说 reject 这些 negative 的 stereotypes， 然后呢你才可以说有自己的 group， 有自己的 culture， 有自己的 community， 然后并且背后有相应的 practice values 和 culture， 你才可以把它变得更加成功，然后更加不管在 scale 方面还是在 impact 方面都是变得更加的深远，然后可以有这么一个 counter public 的存在。然后这个也是 distinguish 比如说 anti-fat phobia movement 和 LGBTQ movement 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雨欣是不是要好好奇啊，就是还是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collective cohesive 的这个 social group。Tori 老师觉得我们怎么可以 expand 到更多的人一起团结起来搞 queer， 搞一些 create 一些不一样的 alternatives。 我觉得 well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we're doing right now， 就是 create 一个这种 social group， create 这么一个 space， 至少然后有比如说那这个用之前的例子，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 ritual 的存在，然后比如说通过 seminar 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讨论，然后形成一个自己的 distinct practice， 然后并且有这么一套 value system 是大家可以一起 share 的。然后这个也是算一种 cohesive groups。这个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 step， 但是我觉得我们 working towards that direction。感觉这给我们的很多 community work 很多指导意见，就是去做一些这种 alternative discourse 的 creation。就去看一看就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去赋予一些不一样的 narrative 的，比如说肥胖。玉珏老师有要分享的吗？就是我刚刚听雨欣说到就是这种 alternative narratives， 我就想到说国内它是就是我觉得跟这个群体的身份建构有关嘛，就是国内的群体身份建构，因为本身我们并没有一个这个像欧美这样本身有一个 identity politics 的传统，那现在它的这种群体身份的建构更多的是靠一个外力，就是他因为什么东西来歧视你之后，然后你们有了这个反歧视的诉求，然后有这些反歧视的诉求，这些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他就会促进他的一个群体身份的一个建立。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国内的这种语境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有这种联动性的这种 alternative narratives
对象往往就是因为是像性少数一样，会因为比如说我们外在的性别表达呀，或者说是一种性取向，然后他遭遇到了歧视，就比如说在就业中遭遇到了歧视。然后呢，当这种反歧视的诉求进入到法律的议程之后，就它会有不同的案由嘛，比如说有人是因为自己的身高问题啊被歧视了，有人是因为他本身是这个携带了比如说乙肝病毒啊，或者说是他是一个艾滋病的患者，他被歧视了，然后还有的就是也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些身体的残障的因素，然后遭遇到了歧视，就是因为在看他这个反歧视，特别是就业反歧视的这样一个案由的时候，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案由，然后甚至有的好像是还跟什么星座有关的，都会被歧视的这种非常神奇。所以就是当这些群体的诉求是怎么建构的，都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这种莫名的基于你的身体上，或者说是你的一些行为上的某种表现，然后呢，你遭遇到这个歧视，一个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说他拒绝向你提供某些的服务，像是我知道，像国内有的是这个一对拉拉情侣被禁止去入园，然后就是他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现实的歧视，然后你需要去法律诉讼去要求他反歧视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这些群体因为你有共同的诉求的时候，你会更能够推动这个一个司法的改进，一个立法的一个演进嘛。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它还是我们可以去应用的这种 reclaiming 的对象，也跟他们现实中遭遇到的歧视也有关系。这感觉也是一个很不错的Grace 啊 reclaiming 是什么意思呀？我觉得，okay, 你可以，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翻译的方式嘛，就是比如说，一方面我会把它把它翻译成这开垦，就是你没有的东西，然后你要给它弄出一个新的定义。一方面你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拿回取回，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重新去去怎么讲，去重新去这个明确它的一个正当性。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对于这个 queer 这个词的一个 reclaiming， 就首先我们会知道 queer 它这个词，它长期作为一个污名化的一个词语，它是一开始它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它长达几百年的一个过程，它都是偏向于一个贬义词。然后就是它是普遍的应用在这个歧视的性少数，或者说是性别越轨者的这样一个用语，它是大概也有个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历史吧。所以但是到了它的80到90年代的时候，就是性少数群体它重新去 reclaiming 这个词，就是他们去重新的去阐释这个词，把 queer 变成了一种自我的一个自我命名的一个词。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reclaiming 的过程，就是他把这一个本身是贬义的词，他把它重新去阐释，重新去解构，然后再重构它的一个寓意，然后变成了一个性少数群体自称的一个词，并且呢，它也有了这个queer ideology， 就有了这个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酷儿的理论和酷儿的这种认知，以及酷儿的这个社会实践。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reclaiming 的例子。那太成功了呀！这个 queer culture， 玉璇老师讲的太好了，谢谢玉璇老师。真的，玉璇老师的中文太流利了，谢谢。Grace 要发言 ，Grace。就是我之前经常会就是看一些 Reddit， 然后 TikTok 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那种女性的 bisexual， 她会说我感觉就是 queer community especially lesbian community 是更 fatphobic 的，她会觉得说我的就是如果她是一个比较 overweight 的女性化，她说我找男朋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我找女朋友的时候会受到更多的拒绝，或者就是挫折会更困难一点。然后但是很多人会说那我觉得我拒绝你可能只是我的 preference， 就像有些人喜欢外表不一样的人喜欢长发，有人喜欢短发。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 preference 足够多的时候，它算 fatphobic 吗？是不是要到那个福柯的就背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对这个有这样的不一样的 preference， 对吧？
陶瑞老师要不要解读一下之前那个一起读的 Is Power Sexy 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人在这个性 partner 的选择上，本身背后也是有一些权利 embed 在里面的。那我们就要搞一个 collective movement of I have a fat partner。good idea， 真的，你看这不就是行动上了吗？就各种。呀，老师接着说，挺好的。I mean， 对，就刚才那个问题，对，那如果假设说我们的 preference 都是完全 individual， 那应该有一个比如说非常 random 的分布吧。就如果用数学的概念，那但是 actually 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非常 related to 比如说这个整体的社会的一些规训和价值观的。那就比如说那。如果它要是完全 random， 那可能有一半人喜欢胖的，有一半人喜欢瘦的。但是那现在的这个现象可能就是那90%的人喜欢瘦的这样子。所以说，那 what explains 这种 difference 呢？那感觉还是肯定是我们的所有的 taste 和preference 它都是被社会就是受到了，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社会的影响的。又回到说我们之前那个关于 desire 的问题，有没有绝对的纯正的所谓的个人的 desire 呢？对，这个是很难有的。对，然后关于 is power sexy， 那对，到底什么是 sexy？ 为什么有？那如果说觉得很多很有 power 的人 sexy 的话，那 power 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东西。然后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个人的 taste， 觉得比如说有些人。有些人就是什么，比如说完全可能不 social 的东西，比如说有些 A 型血的人比较 sexy versus B 型血的人比较 sexy 等等。但是我们对 sexy 的定义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一般就是会跟身高也是关于 power 的，然后以及社会的地位等等都是很挂钩的。这很明显的就是被权力渗透了，对不对？然后又套回我们之前学的东西，就是那我们就得分析它这个被权力渗透是被什么样的权力渗透，它是不是能 benefit 到我们 particularly， 对吧？就是作为比如说一个 social location 的人，那他可能他在这个权力的被渗透里边，他就处在一个比较弱势或者被 oppressed 的地位，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理由重新思考它这个秩序，它既然不是 benefit 我们的，我们就得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去重建它，然后让它变得对于我们来说更公平一些。Yeah, exactly. 尤其在比如说在女同的这个圈子里，那可能就是也有很多很卷的现象吧。然后有些很多人的 preference 和 taste， 那这个也并没有说就是真的特别的所谓的非常的 subversive 或者怎么样，就是大家对于很多审美可能还是会很符合一些主流的社会觉得什么是好的。比如说学历啊，比如说这个身材啊，等等等等，甚至就是更在一些女性的圈子里可能更 pronounced 的，所以我们感觉都是可以的现象。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做 outreach 来 reach 到一些不了解我们 community， 但是也可以一起做，就像刚才玉珏老师说的，去找一些比如说disability 的一些 groups 啊，或者就是很多其他的这些被压迫的群体，比如说 low socioeconomic class， 然后再有就是做一些其他，比如说工会啊之类的，很多都可以联动起来的 coalition building coalition yes 那我们其实在社群内部的在社群内部的自己可能可以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至少我不这样子，或者说我看到一些某种行为它是在 oppress 另外一个 group， 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说出来，我觉得可以 promote 这样一个氛围。太对了，我觉得真的自己不做就没有人做了，就得从自己开始 create 这种 alternatives， 和这种 discourse， 让大家说不一样的话，甚至看起来不符合社会规训的这些
这看起来有点不正常的话，咱们都其实试一试，说不定 something 就可以 fly， 我们就有一些更好的未来。Yeah, it's a very positive note. 是的，挺好的，我觉得。And this article with such a positive note， 确实，很 strong 的 message。第3篇文章其实是The Problematic of Experience: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of PMS， 然后作者是 Susan Markins， 也是照例先让 Tori 老师简单介绍一下Professor Susan Markins。这个again 我们又看到了 UCLA 的这个 sociology， 又是他的 PhD sociology department in UCLA， 然后他现在这个文章也是写的比较早了，也是这个96年我记得还是90几年就发出来了，然后也是非常早期关于探索这个gender body sexuality 的一篇文章。然后呢，这个作者的 research focus 包括比如说这个 reproductive practices、biomedical， 然后 genetics technology， 还有呢就是 kinship relation， 还有这种整个对于 medical、对于 health、对于 illness 的一些探索。这个在社会学里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subfield， 就是 gender 和medical sociology 之间的关系。对，这是我对他的一个简介。然后阅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正在 suffer from some PMS 的症状，然后所以在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这篇文章难道是在 deny 我的 experience 吗？当然之后我的观点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个反复横跳的过程，所以先请 Tori 老师来对这篇文章做一个 overview。对，这个文章呢一开始就介绍了说这个 discourse， 包括比如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 PMS 这个现象，我们要不要把它归为一个就是medical 的东西，比如说它是不是一个 illness， 我们到底可以，如果它是 illness，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 medical 的手段来治愈它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它背后的这个 debate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 feminist dilemma。就是不管，就是假如说你把它变成一个，它 frame 成一个 illness， 那它是it's highly gendered， 比如说男的呢就不会有 PMS， 然后但是呢，如果你不把它 frame 成一个这个 medical 的 phenomena， 那很多人比如说 suffer from 这个症状，那他到底能不能 get treatment？然后以及说那是不是在 deny 你的 experience， deny 你的这些确实，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就是心情上还有皮肤上等等等等很多 body 类的症状，那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个症状，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归为一个 illness 的东西，所以它背后反映了非常多的东西 at stake， 然后也有很多 implication。但是呢，这个文章呢，它 discuss 的主要目的不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到底应不应该归为，不是说这种prescriptive 的东西，不是这种 normative 的东西，而是说它来看这个背后，它在这种 construction 的过程中，就是 how is PMS constructed discursively as a legitimate disease worthy of medical attention and public， 就是它到底是怎么被 construct 的。然后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比如说谁参与了这个 construction， 是不是只有 medical 的这种 expert， 比如说 doctor 参与了。然后呢，他发现说很多女性自己本身她其实也是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behind this construction of PMS as a medical disease，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literature 里面，尤其是 sociology of 这种medical sociology 里面讨论的很多时候说这个 medical 的 institution 这种 expert， 它是其实在 oppress 比如说女性，比如说很多弱势群体这个 racialized 的群体LGBT 群体等等等等，它是一个 top down 的。但是呢，这个 in conversation 就是说，其实女性自己她也是 active participant， 她不仅仅是说 medical expert 一直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后呢，他就又说了这个关于到底什么是 experience，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到说女性生命体验，但是这个生命体验就谈到这个 experience 的关系，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 experience，什么样的体验算是女性生命体验呢？就是你生下来作为女性，你所有的 experience 就是所谓的女性生命体验吗？然后呢，这个 John Scott 说，What counts as experience is neither self-evident nor straightforward. It is always contested, always therefore political. 所以说 experience is always political, 就是 personal is political. 它不是一个说by the virtue of being born as female 有一些 female genitals 它就 self-evident 的。它背后你到底怎么去 interpret experience， 谁的 experience 算 legitimate experience 等等等等，它背后有很多 political struggle，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背后的 political struggle， 它到底是怎么被 contested 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 overview， 就是它的这个 methodology， 它是通过这个 content analysis of magazines and self-help books。他取了一些当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杂志和一些书籍，然后把它进行内容的分析，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研究 discourse 的方法，在社会学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 overview。那在讲解接下来作者的 finding 之前，有任何朋友想要有提问或者有想分享的？想提问 Ringo PMS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感觉没有过这种 specific 的感觉。我就还挺多 bodily experience 的，然后就平时我觉得就总的来说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是就是一旦感觉会在被一些按理说不会激怒我的话，让我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一看日历就会发现make sense。别的话就是确实会有很明显的睡不醒啊、疲劳啊那些症状，就是还挺常见的。基本上就是这个 paper 里提到过的一些。那所以这个 paper 里面也提到过，比如说它没有 highlight 很多女性 PMS 导致的一些 positive effect， 更多的是 negative。所以 Ringo 有感觉到，比如说自身的一些能量爆表或者就是 boost 的一种体验嘛，就是要是跟我比较我喜闻乐见的体验挂钩的话，就是我觉得会有创作力提升的时刻，或者说不能说是灵感，但就是创作力提升的时刻吧。因为感受体验，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排卵期有关，但是有一些灵感乍现的经历。这还挺有趣的，因为这个文章里面他写了，就是这种东西很多都是被表达为负面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正面的 associated with it， 所以就其实 Ringo 也感觉到了有一些正面的。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是负面体验，因为有的时候挺影响生活的。当然也跟我的自己的生活状态有关吧，就是如果我就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我就不会太受 PMS 影响。来问问 audience， 大家有什么 PMS 的 particular 的 symptoms 吗？吵架会比较厉害，所以是有这样的体验的，是不是？还是很真实的这个 living experience。我觉得我脸上会疯狂暴动，会就直接毁容的那种。每个月吗？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是严重程度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会有这么一个 pattern。嘴里长口疮，背疼比较累，肚子疼。原来还是有挺多渴望甜食，挺多 symptoms。大家有没有好的 symptoms？ 这个文章说他也有，经常对，哭，会蛮容易突然有一种想狂哭的情绪，疲惫精力下降。有没有那种相对于就是精力下降之前或者之后的一些 boosting 呢？它就是
它是所以是一直稳定，然后突然有个 deep 呢，还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先 ride 一下，就是这种是有这种 variation， 是一个 sinusoidal wave 这样的情况。可以下次的时候 pay attention to it， 或者是说大家在高兴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但是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就会归结于金钱综合症。I don't know。但是有的时候，哪怕不是金钱，我们也有突然一下很易怒，或者是突然一下很 depressed 的情况。就我不知道，就是金钱到底有多明显，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吧。Patara 周也有分享 ，Patara 你要分享一下你的体温的这个 variation 吗？这个还挺难 track 的，真的要去量。这个其实是sorry， 我就说，就是 Apple Watch 就是用来预测你这个经期，就是通过体温。Oh really？ 对，会在快来之前会还蛮明显，就那几天睡觉，起床一定会流汗。哇，就是对，就是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的背呢，就是特别整个体温特别高。10杯咖啡打满鸡血，这个 Lilis 看来是体验到了一些这个文章里说的激情的，这个有创作力的，就是有动力的。就用 Tori 老师的话说，是不是这种利比多比较多？对，比较不稳定，女人的冲动，女性力量。我觉得好像女生月经来之前性欲提高是很正常的事情吧？对，文章里好像也有说性欲提高这点 ，I don't know it's like positive or negative or 对我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 positive 的反应吧，但可能对我不知道，我会觉得这很困扰。其实，好有趣啊！大家还有感受到什么性欲的明显提高吗？真没有 track 过这种 variation。Ringo， 你是怎么 track 的？你教我，下次我也去 track 一下。我就是一个是Apple 那个 Health， 你可以记录一些 symptom， 它还会有一些选择，比如说 acne 啊 fatigue， 它都会，然后用类似的来可以 predict 你的下一次，就还挺准的。其实你怎么知道是比如说没睡好呢，还是那段时间刚好工作累呢，还是刚好有一些事情刺激到了？因为我可以把我的生活就是定的比较相对，就是每天相对稳定。比如说那阵子我没有任何 variation， 然后但是就真的就特别困。我明明是睡了一样的时间，吃的一样的东西，或者锻炼的强度也是一样之类的，然后一开始睡不醒了，那就是经前那几天。Lilis 要不要也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 project 就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刚好有一些 free rider， 然后平时我就是不说，就是最后才跟老师说这件事，但是当时就是 PMS 超级严重，就是上完就是 present 前我就已经哭了3次，然后一边 present 就是一边哭，然后老师以为我是有什么事，然后我们组员才说是因为 free ride， 然后说来说去就是突然就是情绪很崩溃，然后我就打了他们，就是真打了，然后老师就是拉住我，然后就说会分数上有调整，就是老师也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然后就说你是不是家里有问题，然后我可以帮你，然后我说不是，就是只是经期的一些 PMS， 然后他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说原来有这些东西，这真的还是一个比较 significant 的 factor 呢。对，然后老师每一次见我都说你今天没有打人对吧？ I see， 这个老师是没有感受过 PMS 的，对吧？
他没有，就是他觉得就是很突然，为什么会这样说？以为我是就是说一些借口，然后我的朋友也说他就是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他才感觉像才信了一点，但是还是不信。好有趣！我看子玉峰也在 chat 里面说，和女朋友吵架，要不要来聊聊吵架？大家经历都好独特呀。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什么报道还是什么，我没有确认他的这个真伪，好像说有一个女的 PMS 特别严重，然后就之前把她丈夫杀了，就是然后后来就这个法院也不知道怎么判决，就是感觉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 reason？这个 paper 里是不是就提到了？两个凶杀案。呀，对，感觉有挺多这种 public 的 news 都是关于这个的。我们要不要先往下讲讲，再听一轮分享？好的，然后我这里是把这个 findings 尽量都总结成一张了，可能，就是首先呢，这个第一个 finding 就是说，大家就像我们describe 的一样，就是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很 negative 的 symptoms，比如说很生气啊，然后很容易易怒啊 ，depressed、out of control 等等等等，这些情绪上非常大的波动。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在说这些是一个 negative， 不是一个因为 PMS 造成的时候，其实我们与此同时呢，也在define 就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或者说在一个女的正常的时候，她一般是怎么 behave 的，或者是怎么feel 的。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她就更就是非常的 behave unlike herself。那说那他的 self 应该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这背后有一个比较 normative 的规训呢？比如说是不是要一直保持心平气和，是不能受 anger， 是不是就要一直 happy 啊等等等等，这些很多都其实还是又回到了说就是对女性的一些非常 gender 的 expectation， 你要做一个比如说好母亲，你要是一直做一个好的妻子，要保持这个非常的 positive 的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背后是有这么一个 implication 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医学里面呢，肯定是把这个 PMS，就是为什么说有这个 PMS 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是因为荷尔蒙的波动，然后呢，荷尔蒙它就是这个主要的凶手，然后。当我们把荷尔蒙说它作为唯一的或者是至少是一个主要的 explanation 的时候呢，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忽视了说很多时候它背后有很多 social factor 是这个 contribute to 这个 experience of PMS？比如说呢，在这个很多时候，那我们在 PMS 的时候受了很多 stress，受了很多 anger，受了很多 fatigue，那是不是因为本来说就是女性就在家里要被迫干很多家务，然后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本身就是一个很 stressful 的事情呢？然后天天比如说一直在家里，然后丈夫在外面挣钱，这种非常 traditional 的 gender 的 division， 它是不是也 contribute to 这些 stress、anger、fatigue 等等等等？不一定是完全是单纯的因为荷尔蒙造成的呢？就是所有的把一些 symptoms 和很多现象归为一些很 purely biological 的 explanation 的时候，就是我们总是要问一句那是不是有 social factor？ 然后这种 explanation 的 framework 是不是会让我们注意力转移到个人身上，而不是说看到它背后更 broader 的这种patterns of inequalities 呢？是有这个风险的，至少不是说它一定有。但是它至少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是那个，比如说把丈夫杀了，那她是不是本来跟丈夫关系就很不好？比如说有一些她的矛盾和这个 gender dynamics 之间呢，我们有没有讨论到这一点？
如果只 focus on 他自己本身的荷尔蒙的变化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经常考虑到的一个 perspective。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很多时候 all in her head 的这种，就是很多这种 anger irritation 啊 depressed all in her head， 然后这种 insanity， 然后又讨论到又 remind us of 就是我们第一篇讨论的关于 hysteria 的这种很多的讨论，它背后是说很多时候是我自己造成的 all in her head， 然后他疯了，或者是他怎么样，情绪上波动很大。然后那这个 pathology 它是不是一个个人的现象？它是不是还是 woman 自己本身的错呢？等等。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我这里他可能文章中没有很多的提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 parallel 的，就是这个 PMS 它也是 I mean 也是可以算作 disability 的一种。那所有的 disability 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说就是这个 disabled by social structure。那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假如你有 ADHD， 然后但是呢所有的考试它一般都是比如说那种很长的考试 SAT 啊等等等等那种非常重要的考试，它经常动不动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让你坐在那里。那这样的一个 social structure， 这样的一个 standard 的话，那肯定你有的时候你就算没有 ADHD， 你可能也做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你要被逼要 focus 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 disability 它其实是 disabled by 一些 social structure， 然后它没有 accommodate 这些 experience， 而是用一个很 rigid 的 standard 所以这个 effect of disability 它很多时候是 social 的那或者说它的 cause 或者说它的 implication 它都是有一个非常 social 的这个 roots。然后呢下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说这个 medical experts， 比如说 doctor 的作用。doctor 呢它不仅仅它虽然确实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那到底要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 disease， 那肯定是要听专业人员的。但是呢，专业人员他在这个 construct 他的这个比如说记录construct 他的病例的时候，他也是就是 the work in conjunction with women， 他不是 work against women， 他是比如说去问你到底有什么样的 symptoms， 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传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他就是 women 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就是 co-construction 的作用，它不仅仅是 by 这些doctor female doctor 或有的时候也是 female doctor，but like a male dominated field 的这么一个比较 simple 的这种 top down 的 structure。然后呢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关于到底这个 women's experience 到底是怎么被应用的，也 highlight 了这种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by feminists regarding the medical legitim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PMS。 这也是我们之前强调的一点，说到底所有不仅仅是 PMS， 但所有的很多 medical symptom 和这个 classification 里面，这个女性自己的生命体验到底是怎么就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以及它到底是怎么被 constructed 的呢？它其实背后的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这个是关于很多 feminist debate 一直要 extend 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又回到 John Scott 说，这个 experience 本身也是一种 political struggle。就是我对 findings 的一个很简单的概括。我觉得我可以再提问一下，就是他又讲了很多问题，然后包括这些走不通的路。Tori 老师觉得哪一条路才是比较能走得通？就是我们在面临这些 body reality 的时候，怎么样去 create 一个 narrative 是 potentially work 的？他说了这个不 work， 那怎么才能 work？ Yeah, it's a hard question.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是 work 的耶。I mean 就是很 general 的 guideline 呢 again 就是说就是
就是还是说我们要 be super mindful of 它背后的 implication， 到底 what is at stake， 不同的 options。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它也没有说一个绝对 work 的东西，而是说不同的东西它背后涉及到的利益群体，然后还有涉及到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很难下一个真的定论说这个不 work 那个不 work。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先往下看一看，在结束的时候再让大家来讨论。好的。好的，也就剩最后一章讨论了 sociological lens。然后对这个就是采取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 conclusion 或者 take away 呢？这个文章在最后他又把这个 PMS 的这个兴起的这个 emergence 和它被真的认为是一个 medical classification， 它 link 到了这个 the background of women's changing role in the 1970s。在那个时候，比如说很多 women 就是他们就 enter the workforce， 然后有很多他们在社会的还有 enter universities 受了高等教育等等的，那个时候是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 transition 的。所以然后与此同时呢，关于 PMS 的讨论也就是就像当然这不是巧合，但是这两个就 happen at the same time， 所以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然后呢，他说 The ethos of discipline and productivity on which our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s built remain unchallenged. Therefore, rather than seeing fundamental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as in need of transformation, women are perceived as inadequate and inferior.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把它列为一个这个 medical classification， 列为一个这个问题的，把它 frame 成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那这个 structure 还是 remain unchallenged 的。比如说我们注重的这种 discipline productivity， 一直都有很高的效率，不能比如说在 PMS 的时候特别困，然后睡得特别多，什么也干不了，这个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应该克服这个，然后说通过不管是调节荷尔蒙啊，还是一些其他的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所谓的更健康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手段，然后让这个症状来消失。这些都其实没有去 address 真正的，比如说这个the hegemony of discipline and productivity 在资本主义下，然后而是说把这个注意力 again 转移到女性自己身上，她们因为有这些荷尔蒙的波动，然后因为有这些生理的一些 patterns， 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 inadequate、inferior 等等等等，有这些很多 negative 的 connotations。然后与此同时呢，他也 point out 说这个PMS 的 construction 它是非常 class 的和 race 的，以及就是 PMS 带来的影响。因为很多那如果女性如果有这么多波动，她可能不是很适合干一些活啊，或者是她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 discourse 就是什么女性非常的 emotional， 所以不能做一些很重大的决定啊等等，她不够 rational 啊。等等等等，这些它 prevent women from， 比如说在一些enter 一些 positions of power， 或者是阻止他们在比如说教育很多地方取得非常高的成就，比如说他们作为科学家，如果你太不够 rational， 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呢，这个 effect 它比如说它很多时候更多的是 prevent 了这个 white middle class women instead of women performing low skilled hard labor。所以就是那也没有说因为 PMS 就有些人就是就是有些女性，尤其是 women of color， 她就比如说不能做家政了，不能当保姆了等等，没有人说 PMS 是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她依然还是要 perform 这些hard labor。所以呢，这个背后的这个现象，它有很多阶级性，也是非常 race 的一个概念。然后它 concentrated on the experience of white middle class women， 然后他们的这个 work， 他们的很多 access to 这种
power, education 等等等等，也更 more at stake。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question to ask 就是到底是 whose experience。当我们谈论到 experience 的时候 ，experience 它很少是 universal 的，它经常是就是某一个 group 的人的 experience matter more than other groups experience。然后这也是非常 sociological 的一个 lens。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不是 universal， 它经常是 belong to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的，然后我们就是要看它到底是怎么 classed, raced, gendered, sexualized 等等等等。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最后结论就是它这个 women's experience is always mediated by like cultural understandings of health and social location， 然后以及就是 whose account are used by writers and medical exper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MS discourse。这个也是对于我们了解就是women's experience 这个 concept 的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就是它背后 what is at stake。回到我们就是在这期关于 body 整个的 overall question 就是 what is at stake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body,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等等。这个好复杂呀，Tori 老师，就是 so many things are at stake。 Yeah, exactly。 对，所以真的很复杂，所以就是因为有太多事情 at stake， 然后就也很难有一个结论，或者是有一个说这样的 body 怎么样，那样的 body 不好，或者就是感觉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 state of tension 和 political struggle， meaning making interpretation 等等等等，因为真的body 真的太复杂了，所以这感觉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episode 也只是让大家了解到它的复杂性，然后 without like prescribing a certain conclusion， 然后引起大家的思考空间。真的太难了。我们先过一下 further reading。对，关于 further reading 的话，我这里写了4篇。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像关于月经大姨妈的讨论，一直是在女性社群里面非常 prominent 的一个东西讨论吧。然后也跟很多人带来了困扰。然后如果大家对 PMS 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 check out 这个 article Menstrual Time 的 Social Cognitive Mapping of the Menstrual Cycle。比如说那女性她有这个 menstrual cycle， 但她的 perception of time 就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讨论的这个 queer temporality 一样，就是整个对于 time 它是一个就是这种 linear 然后 undisrupted evenly distributed 的这么一个 notion，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western 非常现代性的产物。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 menstrual cycle 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 conception of time 带来新的 understanding 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article。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跟第二篇 article 关于 fat 的，这是同样的一个作者写的why fat is a feminist issue， 更多的讨论说这个 fat 背后代表它背后的一些 feminist 的 debate， 然后以及为什么我们要 talk about fat， 为什么它很 significant。第三篇呢，也是我觉得在讨论 body 的时候，很多是尤其是在这个女同的这个拉圈，比如说大家对于 hair 对于头发有很多的执着，然后这篇里面就讲了 women and their hair seeking power through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比如说头发一些身体的这些 embodiment 是怎么被用作一个surface 来表达他们的 resistance 的。其中也讨论到很多 race， 比如说黑人女性的头发是怎么样表达他们的一种 resistance 的等等。然后呢，最后一篇就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d embodiment。I mean， 如果是你是学 sociology 的或者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比较综述的一篇文章，有点像就是讨论就是近the past few decades sociology 关于 body 和 embodiment 都有怎么样的讨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很多是比较 abstract 的 theory，没有真正的落实到 body 和 embodiment 里面，所以这个作者也是想
通过这个 body 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研究方向。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要讨论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 open forum。但是今天的讲座内容就到这里为止了。欢迎大家2周之后一定要来参加 Tony Barlow 教授的 talk， 这真的是百年难遇。Tony Barlow 可以直接来跟大家对话。一般在学校他只会教自己的那一部分课的内容，然后这一次就有机会可以问教授很多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因为这样的 forum 还是比较女性，然后还是 queer， 可以问教授很多这个 queer 相关的问题。太期待了，真的太期待了。好的，我们现在就 open forum 吧，大家就可以自由的发言了。我有一点想 talk back， 在讨论就是说女性她情绪不稳定，所以她无法承受更多的 rational 的工作。2个 critic， 第一个就是这个 rationality，in working space 是不是也是一种父权制的定义的，就是说更加 rational 是更好的一个形式。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女性不能够从事更加 rational 的工作，是不是把她们赶回家庭的一种手段，就是让她们做 emotional labor 的一种手段，然后实现一个rational 体系的一个再生产，就是所有的 irrational 都发生在家庭的空间。这样的话，她在出这个家庭的时候，还是一个like 理性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其实是不理性的，但是他 oppress 了自己的这个不理性，他觉得自己这个不理性是不正常的，所以不愿意在公众前表达这个形象。对，说的都太对了，definitely。比如说，我觉得就像就是 domestic sphere versus public， 就是很多这种 binary 的 mapping， 就 domestic versus public， 这个 sex in public 里面也有讲，就是然后 rationality versus emotional，man versus woman 等等等等，它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实它用 Bourdieu 的话说是这个the cosmos of binary oppositions，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你什么东西被 valued， 然后而且这个是 hierarchical 的，很多时候那 emotional 很多时候被认为是 inferior to rationality， 然后 domestic 它是 inferior to 这个 public， 它是 unpaid， 很多时候它是这个rationality 它就是最好的，尤其是在 enlightenment 之后，就是 human rationality 是被认为是就是人类比如说最宝贵的一个特征一直在 promote 这个，然后这个 rationality often translates to masculine， 然后女性很多时候是被认为根本不具有 equal capability to engage in rational thinking 的，在很长时间，当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 still 就是这个 women 和 emotional 之间的 tie， 我觉得还是没有被被解构。然后我们在第4期再过2期，我们也会谈论到 emotional labor， 然后以及 emotional labor 是 how it is super gendered， 比如说这种 flight attendant 那个举的例子，乘务员他一般都是女性，并且他要 perform 很多 emotional labor。这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 Hofstede 对这个现象有很深刻的见解，所以也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听这一期。对啊，而且为什么只是讲 emotional， 就是女的，我觉得男的有的时候也很 emotional 呀，真的突然就开始暴怒，然后突然开始砸东西，这些不男性行为就很 ridiculous 的 emotional， 为什么就是把这些都就它真的是一个 gender 艺术吗？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两性的 emotional 被鼓励 perform 的方式不一样。我最近在看《再见爱人》，然后我就发现女性她 emotional 表达的方式就是哭，男性就是拍桌子，就是生气不说话板脸。然后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 emotion 还挺就是可能被鼓励的发怒的方式不一样吧，或对。对，那个电影 Inside Out 就是那个皮克斯的那个电影也是，就是那个爸爸和那个妈妈里面的那个小人，那个妈妈就是一直在哭，那个 sadness 的那个蓝色的一直在哭的那个小人，然后那个爸爸的那个 anger 就是 dominant， 就是非常反映了一些就是这种分工。真 No Wonder 那个电影让我觉得非常的 weird， 真的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就非常的 heteronormative。所以我们也要有更多愤怒的女性和哭泣的男性。是的，是的，是的。我又记起，就是好像现在反过来反思，就是有一些就是很愤怒或者很铁血手腕的女性领导人，就会被污名化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污名化，就会被说成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个领导方式吧。但是男性如果发怒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威慑力的一个方式。这个什么 angry feminist 也是一个很 prevailing 的 stereotype， 就感觉好像就是觉得就不应该 angry 一样。Yeah， 我觉得这个加息这个讲的真的太好了，就是这些东西它都里边都是很多父权制，像这个 menstrual cycle 也是，就是为什么这 cycle 一定得跟着资本主义的这个 cycle， 那就是得什么工作5天休息2天，为什么大家不能就经期的时候休息1周，然后再接着连上多少天？就是他为什么他就这些东西，它为什么一定是要按照这样的这个安排的？关于女性的这些，而且这 emotion 也是为什么人不能有这个 emotion 的 variation？ 大家为什么一定就得稳定？为什么不能今天高兴一点，明天 down 一点，后天生气一点？就是每天有一些不一样的情绪。呀，感觉在整个西方哲学里面的就是这个 rationality， 它肯定是 valued over emotional 是就是你控制不了的一种，发现你应该是能够控制你的 emotion 这种实现这种 mastery， 然后你如果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一会儿生气，感觉就会被认为是很不好的体现。当然，男性和女性这个又是非常的 gender 的。男性尤其是，就像这个 chat 里面 PPSD 提到的说，这个就是男性 masculinity 它的一个 standard 就是你不能说 vulnerability， 一般 anger 是被 encourage， 那是唯一几项被 encourage 的情感，而不是比如说 sadness 之类的。玉珏老师有要补充的，看玉珏老师有很多的 insights。就是关于经期化的，就是经期反应一些病理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女性工作权的立法了解多少？就是它实际上有一个这个禁止女性劳动叫什么来着？女性劳动者禁止从事的一个这个职业的名录，就是它现在就改了名字，不再以这个禁忌的方式了，就是建议你不要从事的这个工作。然后它主要是针对什么？一般来讲，它设立这种特殊保护模式的这个妇女工作禁忌是声称是针对女性的这个生理特点、体力状况，还有她的4期。4期指的就是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4期。那它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规定了这些，因为女性你有经期，你有这个孕期，你有这个哺乳期，你有这些这个生理的功能和这个需求，所以呢，它就是要求你有一些工作，比如说什么下矿井、下矿坑这种事情，还有这个女性的这个体力工作，你的负重不能超过多少，它有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当然，这个其实是跟苏联模式有关的，就是苏联在2战之后，就是别看苏联在这个亚历克谢耶维奇的这个女性的一些战争、女性主义的战争纪实小说里面，它有很多的关于女性去从事这些之前被男性垄断的重体力工作和军事领域工作的这样一些案例。但是在苏联的战后，他们有了这个
从70年代开始有了为了保护妇女的这个叫什么来为了保护妇女的生育力，然后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禁止妇女从事的这个名录。在普京的这个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名录给扩充了，达到大概有400多种禁止女性从事的职业，就包括像什么在那个糖果厂里面生产那种包装纸的那种工作不能让女性去做，然后你比如说在这个2战时期，很多女性去担任这个火车司机、货车司机，在普京的那个我记得好像是04年的时候吧，他出台新规里头也都禁止了，就是不能从事这些职业。为什么？你要保护你作为女性的这个生育力，然后这些也跟你的这个4期就是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相挂钩。但实际上它这个是所谓的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别而形成的是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性别劳动分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立法保护的模式下，就是觉得女性参与工作不是你人生中你最重要的事情，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最重要的事情是生育功能，然后男性是承担这个生产功能，你参与工作呢，你只是作为一个补充性的劳动。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对于你的个人来讲，不是你的个人的这个最终的价值的体现，你最终价值体现在于你的生育上面。所以就是对经期的一个病理化，实际上它会反过来去助推这种女性工作权的一种特殊保护的模式。它实际上是通过以保护的名义告诉你说，哦，你有这些经期的缺陷，你有这些特殊的需要，你不适合生产工作，但是你适合什么呢？你适合生育工作，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保护性的让你不要去进入这些工作的领域，你应该干嘛呢？你应该回家去生孩子。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这种的一个反过来助推，我不是说女性的经期的这种经验或者说是反应是不重要的，我是说就是对于她的这种经期的病理化，然后呢，她比如说是去建构一个女性什么样是一个女性有用的身体，什么样是一个这个规范的女性的这样一个工作来讲，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去反过来助推这个特殊保护模式的这个工作立法，然后就导致女性的这个工作权、女性的工作选择受到了限制，并且是以她们的这个有特殊的生理反应以及她们的生产生育功能有关。这样，雨雪老师说的太逗了，也太好了。感觉这其实是从一个更加宏大的 narrative 去考虑国家需要什么，然后对女性进行一定的就是操控，达到国家想要的 massive production 的结果，但是它不是从女性自身的欲望或者女性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但是它打着保护女性的一个名号，然后再做这个生育的一个政策的实施。好恶心啊！咋办？听着真的让人不适。感觉又是 biopolitics， 然后通过比如说 medicalization 和 science 的名号，然后实现这种 technologies of power。玉璇老师有什么想法吗？怎么样推翻这样的对女性身体的这些框架，create 一个 alternative？ 玉璇老师接着来上课呀。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现在的更加 relatable 的当今社会的政策有这种现象吗？就是说打着保护女性的名义，但是实行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别人的利益的一些政策形式。你觉得老师有 examples 吗？就是它其实是这种保护性的立法，就是以保护模式的这种立法，在各国其实都有。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一个是这个科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就是女性的这个生理期也好，就是她的经期、她的产期、孕期、哺乳期这些生理的条件，对于女性工作的这个限制已经没有那么大了。然后呢，就是说你即使说你参与到了这些工作，你也不会说影响女性的这个生育力。但是呢，它可能就是会影响到这个传统的，比如说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个性别的分工。
但是后来呢，就是像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放开了这个女性禁忌劳动的范围，就比如说美国和挪威，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允许女性去从事这个矿产，就是可以下矿井，可以去这个矿山。其实中国是实际上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很多的这种矿工是一对夫妻一块去干这个活的。然后女性会从事一些在矿井下比较精细的一些工作，但是呢，由于它还存在着这个官方的这些文件说女性不应该下矿井，所以说这些女性她们实际上干了这个活，但是因为她们属于这个从事了这个怎么讲呢，属于一个灰色领域，它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劳动保护、劳动报酬和这个劳动待遇的保护，那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国家他们会考虑到，就是以女性的一个职业发展为本位，而不是以这个我们既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个怎么讲性别分工的一种模式来这个设计这个对于这个工作的保护，对于女性劳动工作权的一个保护。就比如说，一个是放开劳动禁忌，一个是这个会采取更符合这个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政策，就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政策，而不是基于一个既定的这个生理，就是所谓的既定的一个生理差异和这个女性生育率的需求。然后呢，像是从立法模式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瑞典它会更注重的是一个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一个立法。那这样的立法呢，它本质上就是去这个区分了，就怎么讲呢？应该是区分了这个以往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一种不太平等的一种性别分工。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既然你的这个性别分工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改革，那么你就没有必要说为了保护女性能够在家生孩子、当妈、当一个好妻子去进行这种特殊保护性的立法。所以说这个也是未来就是中国如果去考虑要保障用立法去保障女性的平等工作权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方向，就是去逐渐的放开一个禁忌劳动范围。当然你说像一下子能进步到像瑞典那样，它已经立法要求了这个男女要共同平等的承担这个家庭责任，也就是说男性也要去休这个产假，也要去承担育儿的责任。在国内来讲的话，目前来看的这个实施起来难度系数还是非常大的。对呀，听着这难度就很大，就感觉有很多东西它没有那么 gender， 对吧？有很多女的她也很壮啊，她也可以去下矿井啊，然后有一些男人的那个身体体型也可能不太合适做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和 gender 有关系啊？但是OK， 但是矿井这个工作，可能我没有做过 survey，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可以 support 女性职业发展的工作，它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 oppress？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保护劳动取消了之后，但是有一些女性被家里逼着去下矿井，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 reproduction， 就是说它这个职业就矿井这个职业好像并不是放在一个可以被发展的一个职业去讨论，它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 oppression？ 对。我大概理解你的这个意思。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它现在的情况是，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女性，因为他们这个是农民工夫妻嘛，他们经常是一对儿在工地上的干活，那包括也是在一对儿去下这个矿井。那他下这个矿井呢，就是实际上已经有这么一批女性去做了这个职业，但是呢，因为他现在有这个劳动禁忌的这样一个官方的文件，它实际上是导致这一批已经去做了这个工作的女性得不到任何的这个劳动上的保障。为什么？因为你从事的你是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劳动，你这个劳动它是不被这个法律承认你可以去做的劳动。但是你说的像什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女性被逼着去做这个工作？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你包括他现在这个矿井下的这些女性，她们不是说我独立一个人我就去选择我去从事这个矿工的行业，它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对农民工的夫妻，然后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夫妻工的一个关系，包括他们的这个居住和这个生活也都是在这个矿井上矿井之下的。所以说他更倾向的不是于说我单独去雇佣女性，或者说是女性说我要那个被家里头去
逼着去从事这样一个工作，就是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就是他现在的禁忌是使得你无法去选择，而不是说你一放开了之后，更多人会倾向于去选择这样一个职业。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那个会答复你的一些疑惑。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然后我这边有点晚了，我也想走了。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已经挺彻底的了，我们就下面还会再讨论一次 body， 对吧？Tori 老师，下次我觉得之后的3节其实都更 abstract 一点，我觉得就前2节真的是我们在讨论 body，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转到了就是资本主义之下对于劳动和 body 的一些物化呀、规训呀等等等等，然后之后的就转到了这个 affect emotion 的一些讨论，所以 I mean 不完全是同一个方向的 body， 因为body 这个底下的 topic 实在是太多了，想 squeeze 在5节课里面就当然就很犹豫不决，做了很多取舍，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是对就是 physical body 本身的很多 phenomena 是一个比较好的 wrap up， 其实之后我们也会转到其他的 perspectives 和一些角度。好期待看这4篇，我觉得这4篇的这个角度也都很新奇，都可以看一下。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了，大家晚安，我们2周之后再见。